的好闺女。你看老赵家的女婿上个月又给他丈母娘买了个金手镯，你呢？你嫁的什么东西？这10年来我一个铁都没看见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烦着呢。你烦什么？是不是又在心疼那个废物？我哪是心疼他，我是气他没用。他要是有本事，能让我和悠悠跟着他受这窝囊气。他今天回来，我就跟他提离婚。妈，阿妹，我回来了。回来挺晚啊，是不是在外面又去哪儿蹭饭了？哟，陈美旺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我刚才跟梅子说让她跟你离婚，你听到了没？阿妹，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陈北旺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40好几了还是个底层员工。我妈说的对，我李梅当年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种废物。离婚协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闺女，只要这废物签了字，咱们明天就去把证扯了。阿妹，别这样，别碰我，一身穷酸气。我给你10分钟签字。陈北旺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签字，别耽误我闺女找下家。人家王总家的女婿上个月刚提了辆大奔，你连辆电动车都买不起吧？阿妹，我们结婚10年，真的非要走到这一步吗10年够你做成什么事儿了？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我早受够你了。李梅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们曾经发过誓要白头偕老的。誓言对废物来说，誓言不就是个笑话吗？好，我签，但你们别后悔。后悔？你这种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让我后悔？我怎么过成了这样？活得连条狗都不如，这狗屁日子，老子还就不信干不过了。检测到宿主强烈反抗意愿，系统正在绑定2%55%、79%、99%，绑定完成。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绑定成功，首条任务发布：6小时，在公开场合激怒丈母娘，让她颜面尽失。任务奖励职场晋升机会，失败惩罚剥去衣物并强制裸奔。激怒丈母娘？开什么玩笑？他一开口，整条街的人都吓尿了。我可不敢激怒他，我还没活腻呢。什么破整人玩意儿，滚蛋！我真是疯了，喝出幻觉了。就算给我10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和我丈母娘对着干。警告，距离任务完成只剩3分52秒，宿主即将接受裸奔惩罚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家喝酒吗？怎么在这儿？啊！我的衣服呢？怎么全身都没穿衣服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哎呦，我的天！老李，你快看，这有个人，还光溜溜的，真是活久见哎！哟呵，这不是陈家那个李梅老公吗？天哪，这身材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，真是个变态！我要赶紧报警。我要赶紧回家，丢死人了！哎，我的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在您完成惩罚前，哪也不准去，请围绕花坛跑完3圈，以完成惩罚。我已经妻离子散了，你还让我裸奔？老天，你玩我呢40好几的老爷们儿，竟然在这主广播之下裸奔，说出来谁信啊？完了，全完了！以后在小区还怎么见人啊？丢人滚远一点是丢人，不要在我家楼上放！你听我解释。你别叫我！我们昨天离婚协议签完了，马上就离婚了。以后我和你再无瓜葛，你离我远一点！你真是让我恶心。作孽呀！我闺女造了什么孽，嫁了这么个玩意儿啊！光天化日碰，是你我喊他干嘛？你这就没法过了啊！你别喊了，喊得我更烦躁啊！别喊，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你这喝酒吧怎么喝到花坛里来了？衣服呢？被哪个野女人扒了？我看就是你半夜趁我闺女睡了，不知道跟哪个野女人在
也打我？就是你！我替我闺女教训教训你这个废物！好，很好。终有一天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为今天的事情向我忏新悔。任务发布，5分钟内激怒丈母娘和李梅，让他们颜面尽失，成功即可获得奖励，升职加薪。反击是吧？我早就想这么干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可取的了，拼一把！老妖婆，你天天嫌我穷，可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加班到深夜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吗？你女儿呢？她在背后嘲笑我说我是废物，你们这对母女都是吸血鬼，你还想我给你买金手镯？哼！你配吗？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梅子，你听听，你们离婚证都还没领呢，他先干嘛老妖婆了，真是没有天理呀！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，敢这么和我妈说话，看我不……又要打我！我每个月上班赚钱，工资全给你，你呢？每天就知道攀比和羞辱我。你倒是扪心自问，拿着我的工资卡买了多少奢侈品？你，这别忘了，你胡说八什么？我早就看不惯他们娘俩了。平时在小区里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嫌贫爱富都写脸上了。前2天我还听见这当妈的骂人家是窝囊废，说要把女儿带走呢。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都关你们事。哎呦喂，我就说嘛，这当丈母娘的天天在那喊穷，原来是钱都从女婿那儿吸过来，吸上瘾了。这女儿也是个糊涂蛋儿，天天也不上班，净想着钱从天上掉下来。就是，小陈肯定是被逼的压力太大了。他平时多老实一人啊，天天加班到半夜。这娘俩倒好，不仅不心疼，还嫌这儿嫌那儿，典型的白眼狼啊！大家评评理，这种两面三刀、唯利是图的人，配当我丈母娘吗？不配，太不配了！这当妈的教出来的闺女，眼里只有钱没有情。陈美旺，听大爷一句劝，这种丈母娘趁早断了联系。哥，你这丈母娘简直是极品中的战斗极品，建议赶紧分家吧。陈北旺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你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下羞辱我们？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还不是被你们逼的。你们母女俩当众羞辱我的时候，给过我面子吗？李梅，这婚我也离定了。恭喜宿主，任务完美达成，奖励即刻发放。我来找一下陈北旺同志，他在吗？在那儿呢，就那个裹着浴巾的小伙子。陈北旺同志，赵总，你这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我一言难尽。集团总部特批，经重新审核你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的表现，以及你这些年在公司的累积贡献，决定擢升你为项目运营部副总监，及时生效。这是总部补发的你的全年奖金，你被扣掉的那个奖金也在里面的银行卡里，全额到账10万元，密码是你的工号后6位。这什么情况？我女婿升官了，奖励已兑现，恭喜宿主。太感谢您了，陈北旺同志，看你这情形，准你休假，处理好家务事，再来公司吧。期待你的表现。先生，关于你刚才的行为，需要去派出所做个笔录。不过，先把人带回去，这家属情绪不太稳定，先别让他们跟着。这就是嫌贫爱富的下，人家马上就飞黄腾达了。他们这婚要是离了，钱也没捞着，母女俩成了全小区的笑话，活该。3天内让李梅主动求复合，即可获得职场通关大礼包。陈北旺，虽然你这行为恶劣，但看在你认错态度还行的份上，罚款1000，拘留3天。王警官，这拘留能不能免了？我明天还要上班。上班？裸奔还想去上班？你这影响力太大了，不拘留你，我们没法跟群众交代。王队，外面有个自称是陈北旺邻居的富婆，说要保释他，还交了2万块保证金。富婆邻居，难道是梅子啊？这婚还离不离呀？也不知道陈北旺走什么狗屎运了，都穷了10年了，突然就升职了，副总监也不是个小官儿，他这架势是离发财不远啊！妈，别说了，我心里烦。这要是离了，找不到比他更认打认骂还有钱给我花的，可咋整啊？北旺哥，
北望哥，北望哥，你没事吧？好久不见，我一回国就听说你来派出所了，我马上就来找你了。你没事吧？好久不见，苏雅，你真是女大18变啊！苏雅，真的是她，小时候就是一个天天跟在我身后的鼻涕虫啊！警官，我是他邻居，也是他小时候的青梅竹马，这是一点心意，算是给社会的补偿，人我保释带走了。这位女士，罚款1000就够了，多的钱我们不能收。哦，那剩下的我拿来给北望哥买衣服吧，他这身板穿地摊货可惜了。这是哪里来的贱蹄子？哼，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。陈北望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与其回家，倒不如赶紧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，不是更好也顺了你的心意。你之前不是还不想离婚吗？现在傍上富婆就迫不及待了吗？他是谁？出手那么阔绰，合着你早就背着我在外面乱搞了是吧？我真是小瞧你了。李梅，你别胡说，她是我小时候隔壁一起玩的妹妹，刚国外回来而已。哎呦，警官啊，快来看，有人要打人了！北望哥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我也刚回来，你带我四处去转转，还能给你买几身新衣服。好，听你的。李梅，记住，明天早上民政局见。妈，怎么办？陈北望这个狗东西是攀上高枝了，我不能看他过得比我好。这个婚我不能离，不能遂了他的愿。刚才那女的开的是保时捷啊，那得几百万吧？要是变成女的该多好啊！死丫头，你疯了！昨天在派出所你不拦着他，现在跑来民政局门口有什么用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假装悔过自新吗？妈，你懂什么？那个开保时捷的狐狸精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。陈北望现在升职了，还有个发小苏雅撑腰。要是今天这婚离成了，以后想复婚就难了。我得先稳住他，拿到财产再说。北望，你不能这么绝情啊！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是妈逼我的。我不离婚了，我要和你好好过日子。哎呦，这不是昨天喊着要赶紧离婚的李女士吗？怎么看到我北望哥升职了，是舍不得那点薪水了？还是就是见不得我北望哥离开你后会过得更好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在这里和我说话？滚开！北望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有眼无珠。你看在妞妞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那个离婚协议我还没签字呢。李梅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昨晚在花坛是你亲口说这婚我离定了，是你嫌我这些年丢人现眼的，你都忘了吗？那是气话，夫妻哪有隔夜仇啊？只要你不离婚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。这就是昨晚那对夫妻吧？之前还喊着要离婚，这会儿就跪下了，肯定是知道男方升职加薪有钱了呗。这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。想拖延时间，想玩苦肉计，不好意思，系统任务是让他后悔并求复合，可没说我要答应复合。签字，别逼我让律师发函，到时候你1分钱的抚养费也拿不到。好，陈北望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梅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陈北望那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突然升职？这里面肯定有鬼。咱们去他公司闹，我就不信一个副总监能盯得起咱们娘俩闹，我绝不让他好过。
恭喜宿主，任务3天内让李梅后悔并求复合超额完成，奖励发放，职场 buff 洞察人性初级。北望哥哥，这是我名下的房产，你就放心住下吧。小雅，这次多亏你，要不是你来保释我，还开着那跑车带我走，李梅那娘俩还不知道要缠到什么时候。北望哥哥，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小时候你护着我，现在轮到我护着你了。再说了，我看上的人就是有出息。那个李梅真是瞎了眼，放着你这么好的男人不要，非要什么狗屁金镯子。苏雅虽然好，但这感情来得太快，我不一定招架得住。现在的首要目标是站稳副总监的位置，把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踩在脚下。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职场场景，洞察人心 buff 已激活。总监上午好，24小时。你给我让开！我是你们新总监的丈母娘，我有资格进去。这位女士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你们没有预约，也没有工卡，不能硬闯办公区。北望，你救救妈！他们要打死我妈呀！北望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要复婚，我太想你了。就想着来看看你上班的地方，可是这些保安太凶了，他们推搡妈，还说我们是想来讹钱的乞丐。陈北望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闺女嫁给你10年，你就这么报答丈母娘啊？你现在升职了，就六亲不认了，我要告你，说你拖欠赡养费。这就是新来的陈总监，那么挺精神，怎么家里这么乱？嘘，听说这女的是他前妻刚离的。这前妻和丈母娘素质也太低了，在大堂撒泼，这不是给陈总监丢人吗？通融值达到90%。想用苦肉计，想让我在新同事面前下不来台。不好意思，我看穿了你们的把戏了。李梅，北望，我知道你现在忙，可是妈她血压高，她不能受刺激。血压高，刚才骂保安的时候中气挺足的。等一下，我是说，等一下千万按住他们，别松手，把他们架起来带出公司，别脏了我们公司的地盘。陈北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们可是……李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。你想来讹钱，想让我在全公司面前丢人，然后逼我复婚。这张工资卡，我以前都连同我的真心一起交付给你，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你和你母亲的贪婪、攀比、不知足。今天你要是没来闹，这个工资卡我都不会记得收回来。如今这卡给你们，做梦！陈北望，你还我工资卡，咱家每个月的开销就指望它了。咱们家离婚手续都办好了，现在是各过各的。你再敢来公司闹，我不介意让大家都知道你们母女俩是什么货色。嘿，梅子，咱们走。没关系，你尽情得意吧，陈北望，我还有后手等着你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我在哪儿？我是不是走错了？什么情况？这是我的办公室？不是吧？我没走错办公室啊！这什么情况？好歹也是一个副总监，怎么连椅子都是坏的？比我之前的工位条件还差。陈副总监，还满意吧？专门给你腾出来的办公室。哼，就你还想当优秀员工？你看看你的业绩再说话吧。你说那个开发商是你的小舅子，叫我不要钱呢？钱到账了吗？我只看结果，你绩效不达标就是你的问题。你是不是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？干不了就趁早识趣的主动提离职，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你不干，后面一堆人排队等呢。啊！
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季度不是今年一整年的奖金全部扣光。有本事你辞职啊！你辞职了 ，N+1都拿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给公司省钱踢掉一个老油提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哼，陈北望，就你还想当优秀员工？你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我就是抢了你升职机会又如何？我还要把你调到最底层干一辈子。看来就是他动了手脚，把我的办公室搞成这个鬼样子。王总，看来我的这个办公室是托你的福啊！我现在是副总监，副总监的办公室不应该在走廊这边的大间吗？大间满了，你这个是临时的，先凑合。那我手底下有人吗？你也看到了，部门现在人少活多，人手确实抽不出来。那些档案你先翻翻，熟悉熟悉情况。说实话，我也挺意外的，总经理亲自点名让你升副总监，我在这干了15年，头一回见。我就是有点好奇，你跟他什么时候搭上线的？王总多虑了，我就是个普通员工，没什么线不线的。行，你慢慢看档案吧。哼，不识抬举。陈哥，这些档案王总让全给您送来，过去3年的都在这儿了。原来是有人不满意我升职，把我当贼罚着呢。北望，二姨等你半天了。二姨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当副总监的大外甥啊！你丈母娘都把你的光荣事迹10里8村传遍了，我这不是为了你表弟工作的事儿，电话里说不清，二姨特地赶来当面来问你。你表弟毕业在家半年了，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。二姨，这事儿不是我不帮，公司有固定的招聘流程，我刚上任，自己手下一个兵都没有，现在真的安排不了人进来。哟，你现在是领导了，跟你二姨我摆什么官架子呢？招聘流程算个屁！你安排个人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？哟，你小时候在我家住了3个月，吃的用的哪样不是花我的钱？现在跟我说流程。二姨，小时候的事儿我一直记着你的好，但公事公事。哼，公司，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，升官发财了就不认穷亲戚了是吧？哼，我告诉你陈北望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连大学都读不完。你现在跟我在这摆谱呢？喂，那个人就是你们运营部的关系户吧？一夜之间变副总监了。就是他，一个中年土包子，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关系，赶紧拍下来发网上曝光他。哟，这不是咱们陈副总监吗？刚升官，亲戚就找上门套关系了，哈哈哈哈！恭喜恭喜啊！大家都来评评理。王总，我不是这个人小时候在我家白吃白住，我把他当亲儿子养。现在他当副总监了，让他给我儿子安排个工作，他说有流程，什么流程？比银情大。二姨，您不要再说了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注意点形象。小时候的恩情我不会忘，但公司不是我家开的，您这样闹对谁都没好处。你说我闹？陈北望，你这就是走了狗屎运了才有个副总监当，你不把我的事儿办了，你也别想安心上班。今天你不给个准话，我明天还来，天天来。别看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北望哥，苏雅，你怎么来了？北望哥，我听说那对母女来公司闹事被赶出去了。还有，你的会议室被动了手脚的消息也传遍公司了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对我公司发生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北望哥哥，我实话和你说，我喜欢你。我这次回国就是因为听说你要离婚了，所以我迫不及待地赶了回来。这是100万支票，你拿着。北望哥哥，我这次回来开了个公司，这100万的支票就是为了收买你。你辞职吧，我养你。系统，这也是你安排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小雅，谢谢你，但这钱我不能要。北望哥哥，你是不是嫌少？我可以在家，只要你辞职跟我走，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小雅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男人，我有手有脚，我现在是副总监，
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把那些看不起我的人踩在脚下。如果连这点风浪都扛不住，那我陈北望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钱你收好，等哪天我真的需要你救了，我再拿。北望哥哥，你现在的样子好帅，我更喜欢你了，怎么办？陈北望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背着我和这个狐狸精在这干什么？爸爸，陈北望，离婚协议签了，冷静期还没过呢，你就在这当众秀恩爱，你把我们娘俩当什么了？李梅，你要是还想要抚养费的话，就不要在孩子面前乱说。你最好还记得我们还在离婚冷静期，不要妄想着寄给我女儿找后妈。对了，你记得每个月必须给10万块抚养费，少一分，这30天冷静期过了我就不答应离婚。又是10万块都拿不出来，你还当什么副总监？我看你就是个吃软饭的。梅子，别怕，这婚咱不急着离，先把他的钱都榨干了再说。10万块抚养费，这也太黑了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吸血鬼前妻吗？太可怕了！10万块抚养费，你们配吗？哼，我们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插嘴，滚一边去！李梅，10万块抚养费，你们是真敢开口吗？怎么心疼啦？没钱就想办法在这30天内赶紧去凑钱吧，或者等着离婚冷静期一到，我们就复婚吧。你不是一直嫌北望哥哥穷吗？这张支票里的钱够你买10个金手镯了。拿着钱，带着你妈从我北望哥哥面前消失。这是100万，算是买断他和你们的孽缘了。从此以后，他生老病死与你们无关。我的天，100万就这么扔了，真是富婆啊！真的是100万。妈，你不能！闭嘴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！100万现金摆在面前，你还想跟他耗着？这婚必须离，不然等他反悔了，这钱就没了。北望啊，不，陈总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其实妈一直都知道你有出息，这婚离了也好，省得耽误你飞黄腾达。那个抚养费就不用了，哪儿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。爸爸妈妈和外婆不要妞妞了吗？触发隐藏任务对女儿的关爱之情。任务奖励给顶级教育资源卡乘1，儿童心理抚慰礼包乘1。系统，这些东西能立刻给到我？宿主确认即可。确认。妞妞，爸爸以前没能力给你最好的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爸爸向你保证，你想要什么，爸爸就给你什么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哇，爸爸，这是我同学丽丽有的那个，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当然，而且爸爸还要送你去全市最好的学校，那里没有势利眼的老师，也没有欺负人的小朋友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爸爸就让谁好看。北望哥，你现在的样子真的好有魅力。北望哥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小雅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天这钱我记下了，这100万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的。钱不钱的不重要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再说了，那母女俩拿了钱走人，也算是帮你解决了一个麻烦。不，这钱只是暂时买断他们贪婪的代价，只是他们的贪婪是无穷无尽的。坏蛋，谁让你碰我的公主王冠的？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住手！没有，是他自己掉下来的。哟，咱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这种穷酸家长了？也配合我们家丽丽上同一所幼儿园。陈先生，你女儿今天又闯祸了。她把丽丽同学的定制公主皇冠扯坏了，价值2000块。按照原规，损坏物品必须赔偿。爸爸，是丽丽先抢我的蜡笔，她推我，她的皇冠才掉下来的。王老师，你贵为老师，不问云有就定责，这就你们幼儿园的专业。陈先生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你女儿在园里总是孤僻，爱惹事，上次还抓了小明的手，这次又弄坏贵重物品。我劝你好好管教，否则就退学。我们可不想让这种麻烦工影响我家丽丽的社交圈。检测到宿主女儿遭受校园霸凌与不公对待，触发任务正义守护，让势利眼老师和霸凌者家长公开道歉，并让妞妞成为全员最受欢迎孩子。系统立即执行。奖励已发放，身份最强辅助已存入手机通讯录，相应的身份道具也在你的口袋里。王园长，3分钟之内我需要见到你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让我们园长来见你？这是集团总部特批的顾问名牌，
您是陈北望陈先生，苏董亲自举荐的教育顾问。王园长，这位王老师似乎对幼师职责有什么误解。我的女儿被诬陷、被霸凌，而她的处理方式是偏袒权势、颠倒黑白。王老师，你被解雇了，立刻收拾东西走人。我们幼儿园不需要这种势利眼当老师。园长，我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再给我次机会。快，给妞妞道歉，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道歉，我们不接受。你随意任由你的女儿污蔑别人索要赔偿，但有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。小朋友，记住，权势不是发的通行证。我早就看丽丽妈不爽了，天天仗着王老师是他们家的远方亲戚，任由丽丽欺负别的小朋友，开除的好。妞妞，爸爸给你买了新的魔法城堡的钥匙，全市最好的双语幼儿园就在家对面，以后那里每个老师都会像喜欢你最爱的芭比娃娃一样喜欢你。真的吗？会有很多小朋友和我玩吗？当然，而且爸爸保证，谁要是敢欺负我的小公主，我会让整个幼儿园为你而改变。任务完成，父爱值加150，附加奖励儿童心理治愈师 NPC 已绑定，将辅助宿主修复女儿心灵。下一阶段任务：商战反击董事会风暴，让职场背叛者在股东大会上跪着反悔。陈总监早，恭喜新办公室已经搬过去了，在28楼哦。什么？这么突然？一个副总监凭什么上28楼？王总都还在20楼呢。你们猜王总知道了会怎样？有好戏看了。温馨提示：王强已得知消息，预计10分钟内到达战场。你能不能别用战场这个词？这是我的办公室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10年前，我就是在这栋大楼的1楼做实习生，10年后，我竟然站在了28楼。苏雅，北望哥，你今天收到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了吗？28楼的。什么？是你干的？办公室在你的办公室那么破旧，我看不下去，就拍照发给你们公司的赵总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给你换了新办公室了，不用太感谢我哦，拜拜。王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的新办公室啊，28楼。我在这公司干了15年都没上来过，看来这风景是真不错啊。陈北望，跟赵总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王总，我说过了，没什么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能从杂物间搬到28楼，没关系，你能凭空从一个小职员变成了运营副总监。我查过了，你过去10几年就是一个窝囊废。不可能突然没理由就升职了，你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王总，这是总部的决定，您要是有意见，可以去找赵总。你以为你能在这个位置上安稳多久？检测到敌对情绪高涨，发布新任务，在24小时内让王强在全公司面前出丑。奖励：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入选。24小时？你让我24小时内让这个老狐狸出丑？本系统对宿主有信心，建议采取发疯战术。什么叫发疯战术？怎么没话说了，陈北望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自己去找赵总说清楚，否则怎样？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公司混不下去。王总，您尽管去，正好我也想问问总部，为什么我每次明明完成了项目，您却次次当众宣布我没完成？你要干什么？还有，为什么我刚上任时办公室被安排在杂物间？为什么我手下一个人都没有？你什么时候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？王总，人总是会变的，我总不能被你拿捏一辈子吧？陈北望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！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宿主表现优秀，成功震慑反派，隐藏奖励：职场威慑力+10已生效。什么威慑力？
王强压在我头上那么多年，我现在腿都在抖。王强被你成功气走，任务倒计时开始，23小时58分。系统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倒计时？老子心脏遭不住。赵总您好，满意，太感谢您了。满意就好。对了，明天下午公司有个高层会议，你也来参加。高层会议，我只是副总监，你现在是项目负责人了，这个会你必须来，好好准备。高层会议，王强肯定也在。机会来了，高层会议是最佳打脸场所。在会议上让王强出丑，聪明，本系统就喜欢宿主这种悟性。但是怎么做呢？我需要证据。对了，小李之前在王强手下干了3年，肯定知道点什么。喂，小李吗？中午有空吗？请你吃饭。陈哥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别紧张，就是随便聊聊。你在公司干了几年了？5年了。5年？那王强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不少吧？陈哥，您别害我，王总他……小李，王强一直给你穿小鞋吧？你不想一直当个小职员吧？您什么意思？王强迟早要倒，你手里的东西是你升职的筹码。这里面是王强过去3年虚报项目预算私吞回扣的记录，我留着保命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这些数据都是我经手的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小李，谢谢你，这件事成了，我保你当项目组长。陈哥，我信您。好啊，这个王强吞了公司800多万，证据确凿，建议宿主在明天高层会议上当众播放。这是要把王强往死里整啊！王强当初整你的时候，可没手软。你说的对，他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喂，苏雅。北望哥哥，我过来你公寓了，晚上回来吃饭吗？我做了红烧肉。回，一定回。那你忙吧，早点回来。多吃点儿，你最近都瘦了，得补补。想起以前我连肉都没得吃，只能吃菜叶子，这就是被平等对待的感觉吗？谢谢苏雅阿姨。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苏雅阿姨来接我，大家都以为她是我妈妈。妞妞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妞妞，你嘴巴怎么这么甜啊？苏雅阿姨要奖励你什么好呢？苏雅阿姨，我怎么能让你花钱？但是说到想要的东西，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新书包吗？
买，明天爸爸带你去买。检测到家庭幸福指数上升，宿主状态良好，明日任务成功率提升至85%。还有15%呢。那15取决于王强明天会不会狗急跳墙。他敢跳，我就敢把他按回去。明天，要么我飞黄腾达，要么我身败名裂。宿主放心，本系统从不押错宝。你倒是自信。陈总监早，今天气色真好。谢谢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以前我走了10年的侧门，今天我要堂堂正正从正门进。宿主自信值加20，温馨提示：王强已先你1步进入会议室。他倒是积极。王强在向其他高管告状抹黑您，建议宿主直接进场。不急，让他先表演一会儿。赵总，我就是怀疑陈北晃的晋升程序有问题。陈总监，您来了。我来。赵总，我就是怀疑陈北望的晋升程序有问题。他一个底层员工，凭什么一步登天？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给大家倒茶。王总，您继续，我听着呢。陈副总监，那个位置是副总的预留位置，你怎么……臭小子，等着被赵总唾斥吧！是我让他做的，怎么了？今天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：公司内部审计结果。审计？什么审计？财务部对过去3年所有项目的专项审计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陈副总监说他有材料要提交。北望，你来。各位领导。我这里有一份过去3年销售部总监王强先生经手的项目明细。你什么意思？陈北望，你敢？坐下。这是项目 A371的预算审批表，预算金额200万，实际支出120万，差额80万，流入了王强妻子的个人账户。80万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项目 B452，预算350万。实际支付210万，差额140万，分3次转入了王强的小舅子公司。你血口喷人，那些都是合法分包。合法分包？那小舅子的公司资质呢？工商登记显示，那家公司没有任何工程资质。这里还有一份更详细的记录。过去3年，王强通过虚报预算、私吞回扣、虚假分包等方式，侵吞公司资产，共计872万元。是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假的？那需要我把银行流水调出来吗？每一笔都有据可查。王强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是他陈北望陷害我，他跟董经理有关系，他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。我看你才是那个最有问题的人。陈北望是我一手提拔的，因为他有能力、有担当。你呢？你除了溜须拍马、欺压下属，还会什么？赵总，我在公司干了15年，15年，你给公司创造了什么价值？贪污了800多万的价值吗？通知法务部，准备起诉材料。赵总，
赵总，我错了，求您别起诉，我把钱都退回来，一分不少。会议到此结束，陈北望暂代销售部总监，全面接管王强的工作。赵总，我只是副总监，你的能力我看得到，好好干。陈北望，给我等着！陈总监，恭喜！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别见怪。李总客气了，以后多关照。北望啊，晚上一起吃饭，我请客。改天吧，今晚答应了陪陪女儿。好的，好的。恭喜宿主，任务24小时内让王强在全公司面前出丑，圆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公司股权原度计划入选资格，附带福利，代理销售部总监职位。我真的成总监了。代理总监转正需要看表现，不过以宿主目前状态，问题不大。系统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本系统只是工具，真正改变的是你自己。警告！明天是宿主离婚冷静期最后一天，宿主记得前往民政局和李梅做个了断。逼，是该做个了断了。李梅，今天是冷静期最后一天，别浪费大家时间，进去签字。签字想得美！你把我们母女当什么了？想甩就甩！陈北望，你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？不然你还想怎样？这是我们的新条件，你每月要给我5万的青春损失费，还有，你身边那个贱人的那辆保时捷也得过户给我，不然这个离婚证你别想拿到。什么？李梅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把我当许愿池里的王八在这许愿呢？大家看看这对母女，压榨了我10几年，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答应他们离婚，他们还要抢我的房，抢我的车。陈北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把手机关了。大家评评理，这婚离不离，难道还要看他们的心情？他们这是把法律当儿戏啊！你疯了是不是？你再拍，我这样就告你侵犯隐私。告我，李梅，你还有脸提告？这婚今天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你不是要钱吗？不是要房吗？不是不和我离婚吗？行啊，老板，那个花圈给我包起来，要最白的菊花。先生，这是白事儿用的，您这是结婚还是奔丧啊？我要用它送走我的过去。陈北望，等离了婚，拿了你的钱，我还要在外面败坏你的名声。干什么？你拿这玩意儿干嘛？阿美，既然你不肯离婚，真的是太好了。其实我也不想离婚，那我们就一直在一起。疯子，离我远点儿！这花圈送你，咱们这就去拍遗照，明天就办婚礼，婚礼上直接变葬礼。我就不信阎王爷不给我们发离婚证啊！离，马上离，现在就离。喂，小雅。北望哥，我听说李梅又去闹事了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带保镖过去？不用了，小雅，这对母女已经被我吓跑了。新的生活开始了。北望哥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。没人可以拆散我们了。大家都停下手头上的事儿，听我说几句。从今天起，我暂代销售部总监。我知道王强的事儿让大家心里都有些想法，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。我陈北望用人只看能力，不看站队。以前跟着王强做过什么的，只要以后踏踏实实做事，我既往不咎。小李，处理。陈总监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你为销售一组组长，即刻生效。
另外，我宣布新的部门激励政策，从本月起，所有项目提成点数上调2个百分点，季度业绩冠军额外奖励现金5万。收买人心，有时候比打压更有效。王强，你输就输在太贪，也太蠢。恭喜宿主成功收服销售部人心，职场掌控力加20。这才哪到哪儿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梅子，你看，咱们卡里还有好多钱啊！陈北旺那个废物离了就离了，虽然没拿到他的车子房子，但是有了离婚证，你也好找下家啊！快去再找一个可以给我买金镯子的金龟婿。妈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太冲动了？要是当初不闹离婚，现在总监夫人就是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个废物有什么好？天天就知道窝在家里，连句硬话都不敢说。你看看今天那个开保时捷的女人，那才叫有钱有势。陈北晃能攀上她，那是他的造化。咱们拿了钱走人，谁也不欠谁。不过，100万虽然不少，但也经不住花。他现在是总监了，以后赚的肯定更多。妈，你想干什么？妞妞还在他手里呢，他陈北旺再狠，能不顾自己的亲闺女？可是妞妞好像很喜欢那个苏雅，那就让他不喜欢。就不信，咱们母女俩还斗不过一个半路杀出来的狐狸精。妞妞，今天第1天来新学校，要开心哦。谢谢苏雅阿姨。爸爸，苏雅阿姨再见。看到他这么开心，我这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你最近辛苦了，等忙完这阵儿，我们带妞妞去海边玩吧。北旺，北旺，我就是想看看妞妞，她换了新学校，我都不知道。李梅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妞妞的事儿我会安排好，不劳你费心。北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我妈的话跟你闹。这些天我天天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我们你。吉女士，请自重，这里是幼儿园门口，不是你上演苦情戏的地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李梅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苏雅是我的女朋友，不是什么外人。女朋友？你们什么时候？怎么，很意外吗？这么优秀的男人，以前是你有眼无珠，现在他是我的人了。100万的买断费，足够你和你母亲过上好日子，别再出现在我和妞妞面前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体面。陈北旺、苏雅，你们别得意太早。妞妞是我的女儿，我想见就能见，咱们走着瞧。陈总，好消息！之前那个因为王强使绊子差点黄掉的星辰项目，客户方同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约我们明天上午10点去他们公司面谈。星辰项目，我记得这个项目预算不小，王强之前故意压价，才导致客户不满。是的，陈总，这次机会难得，只要我们拿出诚意，拿下这个单子，问题不大。好，这个机会我们必须要抓住。小李，你马上重新做一份方案，价格上我们可以适当让步，但服务条款必须做到最优。对了，把之前王强经手的所有项目资料，尤其是和这个客户有往来的，都整理一份给我。明白，陈总。我怀疑王强之前在这个项目上也动了手脚，那就查清楚。有些人就算进去了，也别想安生。触发新任务，力挽狂澜。只要成功拿下星辰项目，并揪出背后的破坏者，任务奖励涨薪30%。来得正好，王强的余党也该清理一下了。张总，这是我们集团能给出的最优惠价格，考虑到我们之前的合作基础，这个价格已经非常有诚意了。小赵，价格不是唯一的问题。你们上次的方案服务条款模糊不清，售后响应时间长达48小时，这让我们很难接受。张总，48小时是行业标准，而且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，我们利润空间很小。张总，关于服务条款，我们有了新的方案。第一，我们将售后响应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，重大问题24小时内现场解决。第二，我们免费赠送1年的系统维护服务。第三，价格方面，我们可以在原报价基础上再让利5个百分点。2小时响应，还免费送1年维护。陈总监，
你们这次是下了血本啊！张总，我们非常重视与贵公司的合作，之前的不愉快是我们的失误，这次我们希望能用最大的诚意弥补之前的过错。陈总，这个让利幅度太大了，公司那边没法交代。小赵，这个项目由我全权负责，你只需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。好，陈总监痛快，就按这个方案来，我们签合同吧。小赵，你对今天的方案有什么意见吗？陈总，您给的让利太大了，这个单子就算签下来，我们部门这个季度的业绩也别想达标了。业绩，比起拿下这个战略客户，一时的业绩损失算什么？你的眼光还是太短浅了。我这是为公司考虑，您这样乱来，赵总知道了也不会同意。为公司考虑，我看你是为王强考虑吧。我查过了，星辰项目上次的失败就是你暗中给王强递话，故意压低了我们的报价，才导致客户不满。怎么，王强进去了，你还想继续搞破坏？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您放心吧，陈北旺那边我会盯着，保证让他拿不下星辰的单子。陈总，我错了，我是鬼迷心窍，王强他拿我的把柄威胁我，我没办法呀。没办法，那你就等着和他在里面团聚吧。小赵，我给过你机会了。恭喜宿主成功拿下星辰项目，并揪出破坏者，任务完成，成功涨薪30%。北旺哥，久等了，刚才被几个阿姨拉着聊了好久。你今晚很美。你也是，这身西装很衬你。北旺，来，我给你介绍2位老朋友，这位是华远集团的刘董，这位是天成资本的周总。刘董、周总，久仰2位大名，我是启航集团的陈北旺，很荣幸认识2位。哦，你就是赵总常提起的那个临危受命的年轻人。听说你刚上任就把销售部业绩拉高了20个点，运气好罢了，主要是靠团队拼出来的。我不过是做了些辅助工作。年轻人谦虚是好事，不过能做到这个份上，没有真本事可不行。商场如战场，有来有往很正常。不过我更相信凭实力说话，时间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凭实力说话！来来来，老周，这杯你得喝。我这些年培养的人里，北旺是头一个让我觉得没看走眼的。那个女的是谁？那条项链是卡地亚去年拍卖会上的孤品吧？限量1条，据说300多万。天呐，他旁边那个男人是谁？好帅，而且看着好稳重，跟那些毛头小子完全不一样。启航集团的姓陈，据说是个空降的副总裁，本事不行。那边那几个女士一直在看你呢，看来你今晚很受欢迎。别闹，我今天是来办正事的。我知道，我逗你的。陈总您好，我是盛达商贸的孙志明，做建材供应链的，一直想找机会拜访你，没想到今天遇上了。听说贵公司最近在找新的建筑材料供应商，孙总消息很灵通，我们确实在筛选新的供应商，项目规模不小。陈总，我们盛达在行业里做了10几年，质量有口皆碑，只要您给个机会，我保证给您最优的报价和最稳的供货。孙总有心了，这样，您明天让人把公司资质和过往项目案例发到我助理邮箱，我会安排人评估，如果合适，我们会联系您。好，好，好，陈总痛快，那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你刚才拒绝他的样子真帅，你看他刚才那点头哈腰的劲儿，跟以前那些领导看你的时候多像，只不过现在换过来了。是啊，3个月前我连他递名片的资格都没有，现在我说一句发我邮箱，他能高兴半宿，这世道就是这么现实。所以你更要站在这个位置上，站得稳稳的。放心吧，我会的，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而是为了配得上现在站在我身边的你。北旺哥，你越来越会说情话了。别闹了，赵总过来了，别好好。张总、李总，幸会。之前就听赵总提起过2位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，一直想找机会请教。陈北旺，就是这个人，有点意思。检测到潜在人物接近，请宿主保持警惕。有意思，看来今晚的酒会没那么简单。
怎么了？从刚才开始你就心不在焉的。没事，就是觉得今晚人有点多，脑子乱了一下。是因为角落那个穿白西装的人吗？你也注意到他了？你认识他？他是陆氏集团的陆子轩。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他追了我大半年了，我明确拒绝过很多次，但他一直不死心。今晚他来这个酒会，我事先不知道。所以，系统说的潜在威胁就是他。陆氏集团这2年一直在扩张，房地产、新能源、互联网，什么赚钱投什么。我听说他们最近盯上了建筑材料和供应链这块，正好是启航的核心业务之一。盯上启航了，难怪系统会提醒我，这不光是情敌，还是伤敌。苏小姐，我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懂清静。陆总，我在陪我男朋友聊天，不方便打扰。哦，这位就是启航集团最近风头正鹤的陈总监吧？久仰。陆总说笑了，我不过刚升了副总监，哪里称得上风头正鹤？倒是陆总年纪轻轻执掌陆氏，才是真正的青年才俊。陈总监太谦虚了。我听说你3个月前还是个底层员工，一夜之间连跳3级，这本事可不是谁都能有的。我一直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的。陆总，方法倒是有一个，踏实干活，本分做人。当然，有贵人扶持也很重要。不过我听说陆总接手陆氏的时候，家里长辈也帮了不少忙，这方面咱们算是同路人。陈总监口才不错，难怪能在半年内从底层爬到今天的位置。不过嘛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死。陈总监保重。苏小姐，你的眼光着实是蒙尘了。希望你早点看清楚，谁才是和你一个世界的。我先失陪了。北望哥，对不起，你没生气吧？我回头一定跟家里说清楚，让他别再缠着我。你不用道歉。商场上的竞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他喜欢你是正常的，但他要动启航，那就不是私人恩怨了。陆子轩那句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狠，不是在吓唬。他今天来这个酒会，恐怕不只是为了找你。你是说，他来摸底，看启航这块骨头，他也在掂量要不要啃。北王，刚才你跟陆子轩在露台上，我都看见了。赵总，您认识他？陆氏集团的小太子，圈子里谁不认识？仗着家里有钱有势，这几年到处抢项目，吃相难看得很。去年他们想收购城南那块地，被咱们截了胡，一直记着仇呢。所以他今天来，是冲着启航来的。我收到风声，他最近正在暗中接触我们几个大项目的合作方，尤其是青藤项目那边的分包商。北王，青藤项目是你现在分管的，你要格外上心。青藤项目，听说工程部张明卡了一笔分包商的款项，理由是质量存疑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。张明是王强的人，王强倒了之后，他表面上老实了，但我一直没真正放心。陆子轩要是想从内部搞破坏，这种人就是最好的出入点。赵总，我明白了，他既然敢伸手，我就敢剁。公司这边你放手去做，有什么需要支援的，直接跟我说。检测到敌对势力已正式接触宿主公司内部关键人员，触发新任务，3天内揪出内部破坏者，并锁定陆子轩的暗线。任务奖励商业预判初级。3天够，陆子轩，你想玩，我陪你玩到底。陈总监，昨晚酒会上咱们聊得不错，但没想到你今天就来拜访了，是青藤项目的事吧？方总明察秋毫，我今天来确实是为青藤项目的事，但不是来求情的。哦，不求情？那你来是？方总，这是贵公司收到的所谓项目进度延误报告的原件，以及我这边调取的单同批次施工质检报告的对比文件，请您过目。陈总监，你这份对比文件显示，我方收到的报告和你们内部存档的质检结论有7处严重不符。不止7处，最关键的是第3项，结构验收不合格。我方存档的质检报告盖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公章，结论是合格，而贵方收到的那份根本没有任何第三方机构的章。
潘总监，你的意思是有人伪造了这份报告？方总，我可以用我的职业生涯担保，青藤项目的施工进度和质量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份伪造的报告是有人故意制造麻烦，目的就是逼贵公司冻结资金，从而拖垮整个项目。而真正的受益者另有其人。你说的真正的受益者是谁？方总，我目前还只有猜测，没有实证，暂时不便透露。但我向您保证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会把整条线都查清楚。届时，我会亲自向您汇报全部真相。沈总监，昨晚酒会上赵总跟我提起你的时候，说你这个人看着温腾，做事利落，我还不信。今天见了面，我信了。方总过奖了。资金我可以先解冻一半，算是我对你这份诚意的回应。剩下的一半，等你把背后的人查清楚了，我亲自打款到账。方总，感谢您的信任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小伙子，我看好你，但我也提醒你一句，有些水你想的要深，小心别把自己搭进去。方总放心，我趟过的浑水不少。陈总怎么样？方总怎么说？先解冻一半，剩下一半等我们查清楚再给，算是给咱们争取了时间。那内部这边，工程部的张明那边怎么处理？昨晚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不对劲儿了。不急，让他们再蹦跶一下。对了，你帮我做3件事。陈总您说。第一，把张明坚守的所有分包商合同都调出来，尤其是半年新签的，逐一核对资质和付款记录。第二，查一查他们最近3个月的银行流水，我要看他除了工资还有没有别的入账。第三，帮我盯紧一个人，陆子轩的助理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姓周，叫周明远，陆子轩的左膀右臂。对，周明远。他最近要是跟张明或者赵海涛私下碰面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方远说水很深，那就让我看看你陆子轩到底往水里投了多少石。当前任务青藤之刺进度20%，资金解冻已完成第1阶段性目标，宿主继续搜集证据，锁定核心破坏者。知道了，我会快，但要够稳。北望哥，都快12点了，先歇会儿，喝口汤吧。我炖了山药排骨，今晚都没好好吃饭。谢谢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把这些看完就来。你在查张明的银行流水，这一页上好几笔大额进账，诶，转账方都是同一个名字。你看得懂这些？我虽然在你面前老撒娇，但我好歹在国外读了4年金融回来的，好吧？你忘了我在国内也自己开公司了，看个流水还是会的。那你帮我看看这几笔咨询费，备注栏写的项目咨询服务，每次都是15万整，隔1个月汇一次，觉得正常吗？不正常，真正的项目咨询服务费通常是按项目比例结算的，很少有固定整数。而且你看时间，这笔款每次都打在张明工资发放后的第3天，太规律了，规律的像是给他在工资之外另外补了一份固定的薪水。所以你怀疑有人在按月给张明发第2份工资，北望哥，这个人是谁？不是明摆着的吗？陆子轩，或者准确的说，是通过某个中间人在给张明打款。小雅，你说的对。如果是陆子轩在幕后操作，那他选的切入方式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他收买的不只是张明一个人，而是张明手里那整个分包链的信息。那我们就顺着张明这条线往上查，查到这个中间人是谁，就抓住了陆子轩的尾巴。你说的对。提示：关键证据线索已锁定中间人账户，建议宿主密切关注张明下次接收还款的时间节点。快了，陆子轩，你再跳几天，等我把你这张网扯出来，看你还能往哪儿缩。北望哥哥，附近新开了一家粤菜馆，我订了位子，听说他们的煲仔饭特别地道。行，正好今天中午没什么急事儿，吃完早点回来，下午还要跟法务部碰一下张明那边的证据链。苏小姐，这么巧，我刚办完事儿路过，正好赶上你下班，中午有空吗？我在粤博中订了位子，从法国空运过来的蓝龙虾，你应该会喜欢。我靠，那是保时捷911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长得还挺帅。听说是陆氏集团的太子爷，超级有钱。他这是在追苏亚小姐吧？那陈总怎么办？他俩不是在谈恋爱吗？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陆总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来找我了。另外，我已经有约了。哦，陈总监也在啊？怎么，
启航的副总监现在中午还要亲自陪女朋友吃饭，这工作是不是太闲了？陆总这份关心我替苏雅心领，不过他中午约的是我。蓝龙虾虽然好，但人对了，路边摊也是山珍海味，您说是吧？陈总监说的倒是不听。苏小姐从小到大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陈总监给得起？用你那点副总监的工资养得起苏小姐这样的你？陆总，您说的对，我现在的收入确实比不上您家大业大，但有一件事您可能不太清楚，苏雅选我不是因为钱，她选我是因为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用演。不用演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苏雅不用在我面前装什么名媛淑女，不用端着架子应付我的父母和圈子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给家里丢人。她在我面前想笑就笑，想闹就闹，想穿人字拖撸串就穿人字拖撸串。陆总，您确定您给得起这种日子？陆总，我男朋友说的对，我不喜欢蓝龙虾，我就喜欢穿人字拖撸串。北望哥，我们走吧，我都饿了。对了，陆总，这买花钱挺贵的，捐给慈善机构多好。陈北望，嘴皮子功夫不错，让张明那边动作快一点，我要让他连撸串都吃不起。明白，已经安排好了，3天之内。北望哥，你今天太帅了！你看到陆子轩那张脸了吗？跟吞了苍蝇似的。帅是帅了，但今天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。你难道还怕他？怕倒不至于，但他今天来，看来还是为了启航。你是说他今天来是想试探你？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，他走的那个方向是往城南去的，那个方向有我们青藤项目的工地。所以他今天来是顺便确认你还在公司，然后去工地那边找张明。大概率是，所以我下午得马上回公司，把证据链再加固一下。陆子轩既然开始急了，就说明我们查的方向是对的。那你快去，饭我来买单。不差这一口，谢谢你，小雅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今天说的那么干脆，你让陆子慧知道，我陈北章虽然在钱上不如他，但在你这件事上，他这辈子都赶不上。情感羁绊值加30，苏雅对宿主信任度已达坚定层次。提示陆子轩已启动加速行动，预计36小时内将有针对青藤项目的新动作，请宿主做好应急准备。36小时够了，张明，你再过一天好日子，很快你这张网我就该收口了。陈总，幼儿园那边来电话了，妞妞发烧了，39度8，校医建议马上接去医院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说是午休起来就开始烧，校医做了物理降温没压下去，老师已经打了120。你帮我跟赵总请个假，会议信息同步给我，我马上去医院。陈总，那张明那边让他再多蹦跶半天，我女儿的事儿比天大。爸爸，我好难受。妞妞别怕，爸爸来了。医生怎么说？高烧39度8，初步诊断是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，已经打了退烧针，血常规结果20秒钟后出来，需要留院观察，至少到明天早上。听见了吗？医生说你没事，打了针就会慢慢退烧。爸爸陪着你哪也不去。爸爸，我做梦，梦到你不要我了。傻瓜，爸爸怎么会不要你？你是爸爸的命。妞妞烧退到37度了，刚才护士来量过，说再观察半天没什么问题，下午就能出院了。那就好，折腾了一晚上，辛苦你了。我没事，倒是你一晚上没合眼，先去楼下便利店买杯咖啡提提神吧。我在这儿守着妞妞，她醒了看不到你会闹的。好，我10分钟就回来。北望可算找到你了，你帮帮我，快帮帮我！李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妞妞跟你没关系了，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。我不是来找妞妞的，是妈，我妈出事儿了。昨天晚上她吃了路边小摊买的什么养生的东西，上吐下泻，半夜就送去急诊了。医生说食物中毒引发了急性肾衰竭，要做透析，医药费我现在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你帮帮我。李梅，我们离婚了，你妈的事跟我没有关系。那100万呢？那100万，我妈炒股赔了大半，剩下的
他说想给我弟买房付首付，就……北望，我知道我们以前对不起你，可是人命关天啊！我妈她再不透析就没命了，求求你就当借我的行不行？我以后一定还你。李女士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你不要大声喧哗。你母亲生病，我们很同情，但北望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没有资格这样缠着她。又是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跟我前夫说话，你凭什么插嘴？陈北望，你倒是说句话。我妈以前对你再不好，她也是妞妞的外婆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？李梅，你听我说，第一，你妈中毒这件事，她自己贪小便宜吃野摊，跟我无关。第二，你们拿到的100万是你妈自己拍板同意的买断费，我不欠你们1分1毫。第三，你站在我女儿病房门口，当着我的面在哭你妈的事，你有没有哪怕1秒钟问过一句妞妞怎么样了？她昨晚烧到39度8，你知不知道？妞妞生病，是我和苏雅守了一整夜，她的烧退了，现在还在里面睡着。你来了，第一句话不是问女儿，而是问我要钱。李梅，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太急了。我知道你急，但我不是你的救命稻草。你妈的事我帮不了，你走吧。医院1楼有慈善救助的窗口，你拿着户口本和诊断证明去申请，符合条件的可以减免一部分。这是我最后能告诉你的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李女士，妞妞过得很好，你可以放心。但北望说的对，你们的关系早就该翻篇了。爸爸，苏雅阿姨，我饿啦。好，爸爸去给你买小米粥，好不好？苏雅阿姨昨晚也一直在这里吗？对呀，你昨晚烧得晕乎乎的，一直抓着我的衣服不撒手呢。那苏雅阿姨以后能经常来陪我吗？当然能，只要妞妞愿意，苏雅阿姨天天都来。爸爸，那你快点娶苏雅阿姨好不好？我想她当我妈妈。你这小丫头，病还没好利索，开始操心那大人的事儿了。粥还喝不喝了？喝，但你们俩得坐一起陪我。检测到李梅正式退出宿主家庭情感纠缠序列，前岳母病重事件已妥善处理，家庭情感线净化完成度100%，额外奖励情感稳定值加20。公司的事儿等我回去再说，现在我哪儿也不去，就陪着我闺女。站住！姓陈的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，看见我们娘俩了就想跑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张阿姨，我没什么良心可被您骂的，我跟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没关系，我闺女跟了你10年，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了。我告诉你，陈北望，我现在病成这样，你要是敢不管我，我就去你们公司门口躺着，让全公司的人看看你是个什么白眼狼。妈，你别这么说话，咱是来求人的，不是来闹的。求！我给他当牛做马，伺候这个家10年，到头来成了我求他。他陈北望当就是个穷光蛋，要不是我闺女不嫌弃他，他能有今天？张阿姨，您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10年前我没钱，您骂我是窝囊废；9年前我加班回来晚了，您说我连条狗都不如；8年前我们凑钱买房，您嫌我连首付的1半都拿不出来；7年前妞妞出生，您连病房的门都没进，嫌我给的月子钱太少；6年前我父亲生病住院，我找您借2万块钱，您说一个穷鬼的亲爹凭什么花我女儿的钱？您还记得吗？10年，我在你们娘俩面前跪了10年，现在我站起来，您病倒了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但您病了跟我没有关系。您说您要到我公司门口躺着，您尽管去，我会让保安送您去医院，但不是交钱的那种送，是报警的那种送。妈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妈以前做的那些事儿，我没拦着，我也跟着一起做了。我们的确没资格再管你要什么。这是我妈申请的慈善救助表，窗口的人说户口本复印件不够，需要前女婿的收入证明来做比对。你能不能帮我盖个章就行？别的我们以后都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收入证明盖不了，但我可以给你写个说明，证明我跟你已无经济往来的关系，这个对救助审批也有帮助。好，以后妞妞的事儿我会照顾好，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，别再琢磨怎么从别人身上捞了。这世上没有谁欠谁的。原来彻底放下是这种感觉。
不恨了，不难过了，也不想回头了，挺好。恭喜宿主，前妻与丈母娘感情线已正式终结，宿主完成情感断舍离隐藏成就，奖励被动技能已激活。宿主在面对情感类困境时，获得额外冷静判定。当前宿主精神状态稳定。该翻篇了，回病房给妞妞喂粥去。爸爸，你买了好久，粥都凉啦。爸爸在楼下碰到了一个老朋友，耽误了一会儿。来，我买了小米粥，趁热喝。提示：陆子璇阵营已启动明面接触，建议宿主下回公司后直接部署收网行动。不急，先把这碗粥看着我闺女喝完再说，他们跑不了。陆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打招呼就暗中收购了我们12%的流动股，今天带着律师来谈战略合作，我看你这是恶意收购。赵总严重了，什么恶意不恶意的，商业行为罢了。启航集团基本面不错，我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，多买点股票支持一下，这不正说明我对贵公司有信心吗？陆总，就算你持有了股份，也只是小股东，公司重大决策还是要董事会说了算。当然，所以我今天来是带着方案来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这是我方草拟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，核心条款包括陆氏集团将向启航注资2个亿，用于拓展供应链业务。作为交换，我方将提名陆总进入董事会，并拥有重大项目的一票否决权。一票否决权，你这是要架空我？赵总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，你们青藤项目资金链断裂的事儿，圈子里已经传遍了。要是没有外部资金注入，启航撑得过这个季度吗？我这是在帮你们，不是害你们。陆总，您说的资金链断裂是海城集团冻结青藤项目拨款的事儿吧？巧了，我昨天刚去拜访过海城的方总，资金已经解冻了一半，剩下的3天之内也会到账。所以您说的资金链断裂，恐怕是过时的消息了。你比我预想的有意思。哦，陈总监动作倒是快，不过解冻一半跟全部到账中间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青藤项目那么大的盘子，1天的资金缺口就可能让工期延后1周。陈总监，你这么年轻，别因为一时嘴硬把公司推进坑里。陆总关心的太细致了，青藤项目的每一个分包商，每一笔款项的流向我都清清楚楚。倒是陆总，您对启航的业务这么上心，是真心想合作呢，还是另有所图？陈总监，你这是在暗示什么？陆总，我没有暗示，我只是在提醒你，我这个人心眼小，记性好，谁动过我的东西，我都会一个一个找回来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陈总监，我忽然觉得这趟来对了，不光是看上了启航的业务，还看上了你个人。协议放在这儿，你们好好考虑。1票否决权，2个亿的注资，这是诚意。但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启航不接受我的方案，那我不介意动用其他手段，到时候注资可能就变成收购邀约了，你们自己掂量。陈总监，对了，苏小姐最近还好吗？替我带句话，我上次在酒会说的那些话依然有效。我这个人耐心好得很。陆总放心，不过我也替苏雅回您一句，她喜欢撸串，不喜欢蓝龙虾，这个习惯估计一辈子都改不了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资本的手段，不跟你谈业务，直接拿钱砸你的桌子。你们看到了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1票否决权。他进了董事会，启航就姓陆了。赵总，话是这么说，但他说的没错，咱们现在资金确实紧张。青藤项目那边虽然解冻了一半，但另一半1天没到账，我们心里就不踏实啊。要不我们先拖一拖，拖到海城那边的资金全部到账，再跟陆子轩谈。拖不住。陆子轩今天来就是要逼我们在资金到位之前做决定，他敢带着律师登门，说明他在青藤项目那边的布局比我们想象的深。北王，你刚才在会上说每个分包商每笔款项都清清楚楚，你是真有把握还是在虚张声势？赵总，各位，这是我这几天整理出来的证据链。张明收了陆子轩那边按月打款的咨询费，张明他们伪造了青藤项目的进度报告，这2条线都指向陆子轩的助理周明宇。只要把张明他们约谈到位，让他们开口指证周明宇，就能把陆子轩的手从青藤项目里剁出去。好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
明天上午同时约谈张明和赵海涛，不给他们串活的时间。只要其中一个人松口，另一个也扛不住，那时候我们手里就有铁证。那要是他们俩都死扛呢？扛不住。我已经掌握了周明远和他们私下接触的监控截图，以及周明远给张明打款的账户信息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就算他们不开口，法务那边也能直接报警立案。到时候陆子轩想撇清关系都难。好，北望，这事儿你全权负责，需要什么人什么资源，你直接调动。明天这一仗打好了，启航就能喘过这口气；打不好，赵总，您放心，我输了10年，这次不会输。当前任务：青藤之刺进度已锁定核心破坏者证据链。提示：张明与赵海涛已察觉风声，预计今晚两人会有私下联络，建议宿主部署监听或盯防措施。今晚，那就今晚。陆子轩想用资本砸死我，那我就先把你的手剁了，看你还拿什么砸。陈总，您猜的没错，今晚8点，张明他们在城南那家茶楼碰面了，待了大概40分钟，走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。而且周明远在茶楼对面的车里等了半小时，张明出来之后上了他的车，两人聊了大概10分钟，然后张明下车，周明远就走了。10分钟够周明远给张明打气加封口费了。张明出来的时候脸色怎么样？说不上好，但也不是那种被吓破胆的样子，更像是在下决心。那就对了。周明远肯定给了他一笔封口费，或者许诺了事成之后的出路。张明在衡量，到底值不值得扛。那陈总，咱们明天还约谈吗？要是他咬死了不开口，约，不但约，还要当着昭明身边那个助理赵海涛的面约。你帮我做一件事儿。高，陈总，这招高。去吧，明天上午9点准时开始。明天之后应该就能消停一阵了吧？再等等，等我站稳了，就给你们一个真正的家。宿主心态平稳，准备充分，行动成功率评估87%。宿主的正式收网计划，奇袭优势已建立。87%够了，剩下的13%，我有的是办法。陈总，这就咱们2个。坐，茶给你泡好了。陈总，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？工程部那边还有急活等着干呢。张明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城南茶楼见了周明远？陈总，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我昨天晚上在家看电视来着。张明，我既然能问你这个问题，就不怕你不认。但我今天叫你过来，不是来审你的，我有别的话想跟你说。你跟我一样，都是在这公司干了10几年的老人了。你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技术部，带你的师傅姓刘，是个快退休的老头。你跟我说过，刘师傅教了你一句话：做工程就是做人，地基歪了，楼盖再高也得塌。陈总，您还记得这事儿？记得，我也记得你刚升工程部组长那年，连夜赶工把一批不合格的建材退了回去，宁可自己赔了运费，也不肯让工地上用次笔。那时候的张明，跟现在坐在我对面替人打掩护吃回扣的这个人，不是同一个人。我没想走到这一步。王强倒了以后，周明远找上我说给我介绍路子，让我拿咨询费。我一开始没敢拿，后来我妈生病住院，手术费差钱，我就拿了第一笔，然后就回不了头了。张明，你现在还有回头的机会。我手里有你收款的银行记录，还有那边伪造报告的证据链。如果我走公司流程通报，再报警，你至少3年起步。但如果你今天愿意站出来，把你知道的事情完整的说出来，尤其是周明远那边怎么支持你的，转了几次手，谁给你打的钱，我可以申请从轻处理。你赔掉的钱，我帮你申请分期退还。你那个小组长的位置保不住，但公司不会开除你，会给你调岗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录音笔打开，
张明，你从头说。不急，我陪你慢慢捋。陈总，您把我晾着快1个小时了，张明呢？您找他谈完了？张明那边谈完了，他该说的都说了，现在就剩你这边。他说什么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赵海涛，你要不要先看看这个，再决定你接下来要说的话？我是你的话，就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未来预知能力使用后的关键效果已全面兑现。张明已供出关键证词，赵海涛将在持续证据压力下大概率同步松口。当前任务青藤之刺进度89%，正式收网时间节点预计在今天下午。下午太慢了，陆子轩的耐心我已经试够了。今天中午之前，我要把这2份口供送到方远的桌上。所以，陆氏集团通过收买你们工程部的人，伪造进度报告，逼我这边冻结资金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启航的资金链断裂，方便他们低价收购。方总，您手里这份材料每一页都有据可查，张明和赵海涛的供词相互印证，转账记录上的中间账户可以追溯到周明远名下的一家空壳公司，陆子轩的助理周明远就是这条线的实际操控者。陈总监，你这份东西不只值我那剩下1半的资金。陈总监，你这份东西不只值我那剩下1半的资金。方总的意思是，海城跟启航合作3年了，一直被陆氏那边压着打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把这份材料整理成商业正当竞争的证据，递到相关监管部门去。陆子轩想收购启航，让他先过这一关再说。方总，如果有您这边帮忙递材料，那陆子轩至少在半年之内腾不出手来继续施压，这份人情启航记下了。不是人情，是合作。小伙子，我看好你。那剩下的1半资金，今天下午就会到账。方总，我替启航全体上下谢谢您。北望，方远那边来电话了，说下午资金全部到账，你这事儿办得漂亮。赵总，这不光是我的功劳，张明最后能开口，也是他自己选了回头路。还有另一件事，陆子轩今天下午通过周明远传了句话过来，他说今晚设了酒席，点名要你、我和苏雅小姐一起出席，说是为前几天的误会赔个不是。他消息倒是灵通，海城那边刚松口，他就来约饭。他当然坐不住了。他知道我们在查他，也知道方远那边已经表明了态度。这顿饭表面是赔不是，实际8成是来试探虚实，顺便找机会挑拨关系的。去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想玩什么花样。对了，他特别说了，请苏小姐务必赏光。北望，你今晚可别输阵啊！输阵，赵总，我这辈子输过很多东西，但苏雅这件事儿，我一步都不会让。提示：陆子轩设宴真实目的，借当面场合再次向苏雅施压，同时探明启航与海城的合作深度。建议宿主保持冷静，避免正面冲突，利用苏雅的态度完成反制。冷静，我今晚最不需要的就是冷静。他要看我和苏雅的关系，那我就让他看得明明白白。赵总、陈总监、苏小姐，快请坐。今天这顿饭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之前商务上有些误会，咱们吃顿饭，喝杯酒，就都翻篇了。陆总客气了，商场上磕磕碰碰都是常事，
能坐下来吃饭就是好的开端。苏小姐，上次还没好好聊两句，今天这桌菜是按你口味点的。我记得你喜欢吃粤菜，特地让后厨从广州空运了鲜鲍和海鲜过来。陆总记错了，我不爱吃海鲜，我喜欢吃家常菜。倒是北望哥知道我的口味，每次给我带夜宵都是烤串。陈总监，那我敬你一杯。听说你今天上午去海城集团跑了趟，收获不小。方总那边的资金该到账了吧？陆总消息真灵通，确实到账了。下午2点左右，全额到账。说起来还要感谢陆总，要不是您逼得紧，我恐怕还没这么快把青藤项目的内部账目查得这么彻底。兜了一圈，反倒是帮我们清理了蛀虫。陈总监，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好。今天我请客，是诚心想交个朋友，你何必把场面搞得这么紧张？陆总说的是，吃饭就该轻松点。北望哥，慢点喝，你胃不好，别空腹喝太猛。苏小姐对陈总监真是体贴入微，我还以为像苏小姐这样的人，眼光会更高一些。陆总，我眼光确实高，不高的话，怎么会挑中北望这样的男人？赵总、陆总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妞妞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您和陆总慢慢聊。陆总，今晚多谢款待，改天我做东，请您尝尝真正的家常菜。陆总，感谢款待。今天公司还有些事儿，我也就跟他们一起撤了。周明远，张明那边的事儿处理干净了没有？陆总，张明上午已经被约谈过了，他全招了，赵海涛也没扛住。现在陈北望手里拿着材料，足够把我们那条线都翻出来。陈北望，我小看你了。子轩啊，你急哄哄的跑来要把我请回国，就是为了让我见他？这位是苏叔叔，这么晚打扰您，实在抱歉。这位是李梅女士，她是陈北望的前妻。苏总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求陆先生带我来的。我听说苏雅跟那个陈北望在一起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苏雅被他骗了。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骗不骗的？苏总，我跟他结婚10年啊，还给他生了个女儿。他嫌我碍事，攀上了小雅，就一脚把我和我妈踹了。我妈现在重病卧床，他也是一毛不拔，我命好苦啊！苏总，陈北望那个负心汉，不知道给苏雅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还要我女儿叫苏雅妈妈，也不让我见我女儿。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、无情无义的人啊！苏叔叔，我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陈北望在公司里也是靠着小雅的关系上位的，他一个底层员工，不到半年连跳3级，赵总还亲自给他撑腰，这里面没猫腻，谁信呢？可怜小雅一片真心，被他利用得干干净净。混账！苏叔叔，我就是怕苏雅步我的后尘啊！他那种人，有钱有势了就会翻脸不认人。他为了往上爬，什么干不出来？子轩，今晚辛苦你了，带这位女士先去休息。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。苏叔叔放心，我一定帮您查清楚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李女士，刚才演得不错。苏国良这个人最看重名声，你刚才那番话比什么证据都管用。陆总，您答应我的那笔钱，50万够你给你妈治病了。不过这只是定金，后面的活还得看你表现。陆总，您说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明天开始，我要你去找各大报社、自媒体，把对苏总的话再说一遍，说的越多越好，传得越远越好。
我要让那个姓陈的变成过街老鼠。陆总放心，我早就想收拾那个白眼狼了。明天安排几家媒体，准备接一个大新闻，标题就叫凤凰男抛妻弃女攀附豪门上位。对，越劲爆越好。爸，您终于回来了，路上累不累？我给您准备了。爸，您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干什么？我苏国良的女儿竟然被一个忘恩负义、吃软饭的骗子耍得团团转！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怎么说的？说你苏雅眼瞎心盲，倒贴一个穷光蛋。爸，你说北望他不是那种人，咱们小时候还住家隔壁，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。您听我解释，那都是误会。误会，证据都摆在我面前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从今天起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，再让我知道你们来往，你就别认我这个爸。苏雅，我看你还不乖乖的准备做我的新娘。小姐，您吃点东西吧。先生说了，让您好好在家休息几天。公司那边的事儿，他已经安排人处理了。张姨，我爸呢？我要见他。先生一早就出门了，说是有重要的会要开。小姐，您别为难我了。先生交代了，这几天您不能出门，手机也不能给您。你看新闻了吗？说咱们陈总监抛妻上位啊！我也看到了，还有人说他是靠苏小姐的关系才上位的，根本不是靠自己本事。李梅，我还以为你洗心革面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小李，帮我查一下李梅最近跟谁接触过，还有她账户里有没有大额入账，越快越好。陈总，查到了，昨天下午陆子轩的助理周明远给李梅账户转了50万。好，知道了。谁啊？李梅，把门打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陈北望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李梅，你昨天收了陆子轩50万，对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需要我把银行的流水账甩到你脸上吗？收款账户是你的名字，转账方是陆子轩的公司，时间是昨天晚上22点18分。要怎么样？你不是当总监了吗？你连我妈治病的钱都不肯出，我凭什么不能拿别人的钱？这都是你自找的。李梅，你妈生病，我那天在医院告诉过你，1楼有慈善救助窗口，你但凡走正规渠道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但你选了另一条路，拿陆子轩的钱编造谣言，毁我名声。毁你名声怎么了？你活该！
你以前对我和我妈低声下气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见死不救的。怎么现在有钱了，有女人了，就翻脸不认人了？陈北望，我告诉你，我过得不好，那你也别想过得好。李梅，你听好了，你胡说八道，你伪造的那些谣言，我是可以起诉你的。当初抚养费协议是你不肯签，非要100万买断费，妞妞是你亲口说不要了的。你收了陆子轩的钱，就等于把自己送进了他的局，商业造假、造谣诽谤。你知道这些罪名加起来够你进去几年吗？你在吓唬我？我不吓唬你。3天之内，如果你主动向媒体澄清事实，我可以不追究。但如果你继续跟着陆子轩一条路走到黑，到时候送你去坐牢的是法律。李梅，你好自为之。我不希望妞妞有一个坐牢的妈。明天给你安排了3家媒体采访，准备一下。陈北望，你吓不住我。陆子轩有钱有势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检测到宿主遭遇 S 级生育危机与情感危机。当前状态：苏亚被软禁。通讯中断，李梅持续散播谣言。苏亚父亲苏国良好感度降至敌对层级。系统，启动危机公关预案，我需要你帮我做2件事：第一，还原李梅那条转账记录的时间链，证明她是收钱办事；第二，把陆子轩跟那些媒体的通话记录截下来，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站在阳光下的人。指令已接收，信息回溯程序启动中，预计耗时12小时，宿主请稍作休息，明日将迎来关键反击窗口。小雅，再等我一下，这次我会把所有脏水都泼回去，然后堂堂正正去接你。小姐，先生让您早点休息。明天家里有客人来，先生希望您能下楼见一见。什么客人？是陆氏集团的陆公子。先生的意思是，张姨，你帮我跟我爸说一声，明天我会下楼，但帮我跟他带一句话，我不会见陆子轩，这辈子都不会。北望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找到办法的。陈总查到了，陆子轩那边不光给李梅打了钱，他名下那家壳公司过去3个月里还向7家媒体账户转过公关费，每一笔都有备注新闻素材采报，这是银行流水截屏，还有几家媒体编辑跟周明远的通话记录。好，这些东西足够让那些收了钱的媒体自己先慌了。小李，你帮我做2件事。您说。第一，把这份材料匿名发给那7家媒体的总编室，标题就写关于我社近期某社会新闻稿件真实性的补充说明，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盯着。明白，这就去办。第2件呢？第二，帮我查一下苏国良今天的行程，我要见他。陈总，苏国良现在对您的态度恐怕……我知道。所以我更需要当面跟他说清楚，有些话隔着屏幕和电话永远说不明白。你好，我姓陈，想见一下苏国良苏董事长，没有预约，但麻烦您帮我通报一声，就说陈北望带了重要材料来。陈先生，苏董今天行程很满，而且他特别交代过。麻烦您把这个交给苏董，他看完之后，如果还是不见我，我立刻就走。陈先生，苏董请您上去，请跟我来。
苏总您好，我是陈北望。陈北望，你胆子不小，现在外面铺天盖地都是你的负面新闻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苏总，正是因为外面谣言满天飞，我才更应该来见你。因为别人怎么看我，我不在乎，但您怎么看我，我在乎。那你吃软饭忘恩负义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在乎？苏总，这是李梅前天晚上22点18分收到的50万转账记录，汇款方是陆子渊名下的一家公司。然后这是今天早上那50万已经被转走了45万，去向是替李梅母亲结清了医院建款，剩下5万转入了她自己的日常账户。李梅跟我离婚的时候拿了100万的买断费，连女儿都不要了。这件事儿有协议为证，她母亲生病，我那天在医院告诉过她可以申请慈善救助，但她选了拿陆子轩的钱编造谣言来诋毁我。你是说陆子轩在利用李梅陷害你？我今天来找您，不是来求您相信我的，我是来请您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证明给您看，谁才是真正在说谎的那个人。陆总，不好了，陈北望刚才上去了，直接去找苏国良，他带了一份文件袋，具体内容不清楚。什么？他敢直接去找苏国良？李梅那边呢？让他把媒体采访提前，今天中午之前，我要看到新稿子出来。陆总，李梅那边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想见你一面，语气不太对劲儿，好像是有点动摇了。动摇？拿了我的钱，现在想反悔？做梦！马上给我安排车，我要亲自去见那个蠢女人。陈北望想翻盘，我让他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。让那家媒体的稿子现在发。对，现在。标题我要看到陈北望前妻再爆猛料，婚内家暴，逼我净身出户，加不加告？你看着办。急着去找李梅，来得及吗？系统，稿子准备好了吗？资料已全部打包完毕，舆论反转方案已进入待执行状态，宿主随时可以按下启动键。小李，准备吧，10分钟后全网同步发。舆论战正式开始，宿主请注意，接下来将是暴雨倾盆。李女士，听说你着急见我。陆总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事儿是不是闹太大了？我怕陈北望会告我诽谤，要不您再多给点钱？哼，我给了你50万，你跟我说你怕了，你这是要狮子大开口啊！陆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，万一他真报警了，我报什么警？你有证据证明是我指使你，钱是空格公司转的，你自己去找的媒体，你自愿提供素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女士，听话，把明天的采访做完，我保证事成之后还有50万打到你账里。但如果你现在撤了，当初给你钱的时候，我可记得那份协议上写的自愿提供不实信息的条款，我可以随时拿出来反告你一个敲诈勒索。你选哪条路？我错。明天早上9点，我派车来接你，别迟到。陈总，搞定了，7家媒体的总编室全部收到了匿名材料，有3家已经紧急撤回了今天的推送稿件。另外，您那份事实陈述，我按照您的要求同步发给了3家权威财经媒体，他们确认收到，并表示会核实后刊发。好，那3家财经媒体的公信力比那些小报强100倍，只要他们核实完刊出来，陆子璇那套把戏就玩不下去了。对了，苏国良那边有什么动作？苏氏集团那边传回消息，说苏董开完会之后，让秘书把您给的材料单独锁进了保险柜，没有交给任何人。这说明他在考虑，至少没有直接扔掉。就够了，他知道分辨真假，只要给他时间，他一定能想明白陆子轩那套有多拙劣。小李，苏雅那边还是联系不上。苏家别墅那边守得很严，电话打不进去，消息也递不过去。不过我打听到一个消息，明天苏国亮要在家里办一个小型的家宴，请了几个生意场上的朋友。家宴在哪里办？就在苏家别墅。听说陆子轩也在首要之列。小李，帮我准备一份东西，明天中午我要去苏家一趟。陈总，苏家的家宴，
您没接到邀请，贸然去。谁说我要走正门了？苏家别墅后面有一条小路，通往花园侧门。我以前送苏雅回家的时候走过一次。明天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就说嘛，那个前妻一看就是被人收买的，演的也太假了。反转了，反转了！陆氏集团那个陆子轩最近跟启航打得火热，该不会是他搞的鬼吧？各位观众，事件出现重大反转。据内部人士透露，魏汪季李梅在爆料前刚刚收到一笔50万的汇款，而汇款方的关联公司疑似与陆氏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场凤凰男抛妻上位大戏，恐怕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抹黑。苏董，您要的关于陆氏集团近半年的商业往来调查简报，我放在这里了。另外，陈北望先生那边今天没有再来电话。知道了。小周，你觉得陆子轩这个人怎么样？苏董，我不好评价，但有一件事儿，昨天您让我查李梅的账户流水时，我顺手查了一下陆子轩助理周明远名下那家壳公司的注册信息，注册地址跟陆氏集团在同一栋楼，法人是周明远，但实控人怕是和陆子轩脱不了干系。陈北望，你小子倒是把每一步都算好。北望哥，我知道你一定在想办法。明天爸爸要办家宴，陆子轩也会来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爸爸，苏雅阿姨怎么最近都没来接我放学？我想苏雅阿姨了。妞妞，你放心，苏雅阿姨很快就会回来和我们团圆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明日将是风暴的中心，宿主请务必做好准备。小雅，听说你喜欢玫瑰，特意让人从昆明空运过来的，希望你喜欢。陆总记错了，我不喜欢花，花粉过敏。是我疏忽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苏叔叔，今天这桌菜真丰盛，我托人从法国带了瓶红酒，待会儿您尝尝。子轩有心了，坐下吧，开席。苏董、陆总，今天这顿饭难得，我先敬二位一杯。听说陆氏集团最近在新能源领域动作不小啊。刘总客气了，还在摸索阶段。倒是苏叔叔的远见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先生，外面有位陈先生从后院小门进来，他说是小姐的朋友，想见你一面。陈北望，他怎么来了？我有邀请他吗？爸，是北望来了吗？如果您要怪，就怪我好吧。让他进来。苏总，打扰了。我不请自来，是因为有些话当着大家的面说，比私下说更清楚。陈北望，这里是苏家的家宴，你一个外人有没有点分寸？苏叔叔让你进来是给你面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陆总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不过是来赴苏总的约，倒是您一位客人，怎么比主人还着急赶人？苏叔叔，您看到了，这个人就是这样，目无尊长，登堂入室。我今天本来是想好好跟您和小雅吃顿饭，现在看来他是存心来搅局的。陈北望，你说有话要当面说，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但你要清楚，如果你的话说的没有道理，以后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苏总，我今天来只为了证明3件事：第一，陆子轩收买李梅，到处污蔑诽谤我；第二，陆子轩涉嫌操纵舆论、商业诋毁；第三，他同样在利用您。
这是些他与李梅的画面证据和他们之间的交易流水，我都做了公证。苏叔叔如果不相信，可随时派人去核实。老苏，照片上的时间好像就是采访之前那2天。子轩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苏叔叔，这都是假的，他伪造的，他跟李梅串通好了来害我。你想想，他一个底层爬上来的穷光蛋，哪来的本事查这些东西？都是假的，P的。苏总，这是陆子轩名下壳公司过去半年向3家媒体账户转账的全部记录，经银行柜台盖章的流水原件。最底下那一页，还有他跟周明远的通话录音文字整理稿。子轩啊，看来这顿家宴我不该请你来的，你走吧。姓陈的，走着瞧！我陆子轩要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苏雅，你选了个好男人。陆子轩，我选择的人，我会跟他一起走到底。至于你，我只需要你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陈北望，你是赢了陆子轩，但你别高兴得太早。我苏国良的女儿，我是不会随随便便让她去给别人当后妈的。爸，苏叔叔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赢您，我只想让您知道，小雅选的人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要是真心想娶我女儿，我有个条件，等你做到了再谈。苏叔叔，请说。帝都豪园终极任务进度更新，当前目标3个月内完成1亿个人资产积累，当前资产启航集团合伙人股权折算约2400万，资金缺口7006个万，供应链板块独立分拆加倍注入，出1家掏现，预周期78到85天，关键风险节点，供应链板块原总经理钱大海，预计将成为最大内部阻力。钱大海，供应链板块的老臣子，在公司干了12年，王强倒台的时候他缩得最快，现在我要动他的地盘，他不可能坐视不理，这条线得提前都布好局，3个月1亿，帝都豪园，苏雅。我不会让你等太久。陈北望，他是当着苏国良的面把我的底牌全翻了出来。现在苏国那边肯定已经对我起了戒心，商场上那些老狐狸最怕的就是被人当枪使。陆总，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李梅那边今天没接我电话，我怕他是扛不住了。扛不住得明天亲自去，告诉他苏国良那边已经翻篇了，他要是敢反水，那份协议就够他喝一顿。另外，陈北望不是想站稳脚跟吗？我听说他最近在运作供应链板块的分拆，你去帮我接触一下供应链板块的总经理钱大海。就说我陆子轩有笔大买卖，想跟他当面点。陆总，您的意思是从内部给他使绊子？他陈北望能查我的底，我就能撬他的人。钱大海在启航干了12年，对供应链那一套比谁都熟。如果他愿意跟我合作，陈北望那个分拆计划就是一个笑话。是，我明白了。陈北望，你以为赢了我一次就真的赢了吗？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各位，这份方案的核心思路就到这里。简单来说，供应链板块目前的利润率是集团平均水平的 1.8 倍，但受集团其他业务的拖累，估值被严重低封。独立分拆之后，我们可以在3个月内完成一轮资本运作，让板块估值翻倍。陈总，方案做得挺漂亮，但我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。钱总，请说。第一，独立分拆之后，供应链板块现有的供应商合同怎么处理？有不少合同是我经手签的，条款里约定了跟集团主体挂钩的框架，如果分拆了，这些合同的法律效力要重新厘清，这个工作量大不大？第二，外部资本引入之后，控制权怎么分配？第三，陈总，我听说您最近在筹钱买帝都豪园，对吧？这分拆计划到底是冲着公司利益去的，还是冲着您个人的目标去的？钱总问得好。第一，供应商合同的问题，我已经让法务团队做了初步梳理，涉及重新厘清的合同一共37份，我会在2周内逐一对接处理。第二，外部资本引入的同时，我会以个人持股的方式保留对板块的运营主导权，这个条款在方案附件里有详细说明。第三，我买帝都豪园的钱会从分拆成功后个人持有的股权并价里出，如果分拆失败，我1分钱也拿不到。所以钱总，这个方案做不成，亏的不只是公司，也包括我自己，我比你更输不起。陈总这么有把握，那我没什么好问的。方案我支持，但操作层面的事情我会盯着。陈总，刚才钱大海那番话不太对劲，他平时开会很少这么主动挑刺，今天有点反常。他提前得到消息了，有人在分拆方案正式公布之前就已经跟他通过气。小李，你昨天查的那些东西有结果了吗？昨天傍晚，钱大海下班之后没有直接回家，去了城南的茶楼，他在里面待了该45分钟。
我拍了查牌号，你猜跟谁的车停在一起？周明远的车。对，陆子轩的那个助理周明远，他们俩前后脚进了茶楼，中间隔了不到5分钟。而且我查了一下，那家茶楼的2楼有独立包厢，不对外开放。换句话说，钱大海是专门去跟周明远见面的。钱大海跟周明远见面，只能是陆子轩在背后指使。他输了一局，想在供应链这个环节上给我使绊子。小李，这件事先不要声张，我需要钱大海自己露出马脚。陈总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如果钱大海暗中配合陆子轩，分拆方案的推进肯定会受阻。那就让他配合。他不动，我抓不到证据；等他动了，我才有机会把整条线人根拔起。你继续盯住钱大海，尤其是他跟周明远的后续接触。另外，帮我约一下赵总，明天上午我想跟他单独谈一谈。钱总，陆总让我转达他的诚意，他非常欣赏您在供应链领域的经验和人脉。如果那边顺利推进分拆，您的位置可能会被架空。但如果您愿意跟陆氏集团合作，陆总承诺供应链分拆之后，他会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，到时候您依然是板块的实际操盘手。周先生，陆总的诚意我收到了，但他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他背后有赵总撑腰，手里还握着不少资源。我要是贸然站队，万一那边翻了船，我连退路都没有。您放心，不急着要您表态，您只需要在分拆方案推进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拖一下，比如供应商合同审核的流程是不是可以比平时慢一点，外部资本的尽调是不是需要多几个部门盖章，这些事儿做起来都不难，也不留痕迹。拖一拖没问题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那边查到我头上，我第一个说出来的名字不会是别人。钱总放心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合作愉快。小雅睡了吗？爸，还没睡，你有事儿？喝杯牛奶，早点休息。那个陆子轩的事儿是我疏忽了。爸，您肯认错可不容易。我认的不是错，是我看人的眼光比你差了点儿。但你别高兴太早。陈北望那小子想娶我女儿，帝都豪园的考验，我说到做到。爸，他一定能做到的。小雅，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他做到，但商场上的事儿，有时候不是光靠努力就能赢的。他跨过陆子轩这一关，不代表后面的路就好走了。陆子轩找钱大海是想在分拆推进的间节点上给我制造障碍，合同审核、资金流转、供应商协调这些环节，只要卡住一个，整个时间表就会往后拖。3个月倒计时，一天都不能浪费。当前任务帝都豪园终极考验进度12%，已完成，分拆方案获批，外部资本意向初步接触，未完成，供应链内部全力整合，关键供应商合同重签，资本方尽调入场。当前最大风险节点，供应链板块总经理钱大海已确认与陆子轩阵营建立联系，建议宿主采取的策略选项 A， 直接约谈钱大海，摊牌逼他表态 ；B， 按兵不动，收集更多证据后一网打尽 ；C， 绕开钱大海，直接接触供应商核心层，形成外围包围之势。选 C， 陆子轩以为撬动钱大海就能卡住我的脖子，但他忘了一件事。供应链的核心是供应商，不是总经理。如果供应商们愿意跟我直接合作，钱大海手里的筹码就是废纸。喂，海城方总吗？我是陈北望，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明天方便的话，我想见一下您那边负责供应商管理的老总。对，跟启航供应链板块的整合有关。战略选项已确认，外围包围方案启动，预计5到7个工作日内可见初步成效。这是我承诺买下帝都豪园的最后期限。北望，这位是韩建国，跟了我15年的老兄弟。海城供应链体系里合作超过10年的供应商有100多家，每一家的情况他都门儿清。你说想绕过钱大海，直接从供应商端入手，老韩是唯一能帮你的人。陈总，方总跟我提过你的事儿，年轻人有魄力是好事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。启航供应链板块的老供应商，我跟其中大半都有过合作，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跟钱大海私交不错。你想绕开钱大海去撬这些关系，难度不小。韩总，这是我整理的启航供应商板块近3年供应商合作明细，以及按合同金额排序的前20名核心供应商名单。我想请您帮我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在这20家里标注出哪些跟钱大海的个人关系是利益绑定型，哪些只是普通工作往来。陈总做了不少功课，这份名单比我预想的要精准。行。
我帮你标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：动这些人的时候，别把海城牵扯进去。我做了一辈子供应商管理，最怕的就是把老关系卷进别人的内部斗争。韩总放心，我陈北望做事不会连累帮忙的朋友。今天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行了，客套话少说。北望，你那份分拆方案我看了，资本端的问题我来帮你协调，但有一条，你得在1个月内把供应商那边的局面稳住，否则资本方不敢进，时间窗口很短，你自己把握。方总，1个月够了。陈总，韩建国那边效率很高，昨晚把标注好名单发过来了。前20名核心供应商里有6家跟钱大海存在利益绑定关系，其中3家是通过钱大海的小舅子在中间做转包生意，另外3家是钱大海个人参股了供应商的公司。这6家里哪一家的合同是最快到期的？第3家永昌建材合同2个月后到期，这家是启航供应链最大的钢材供应商，每年合同金额超过8000万。钱大海在小舅子的公司里占了30%的干股。2个月到期，够用了。你帮我做一件事，以供应链板块的名义，给永昌建材发一份正式的合同续约意向函，语气要正常，内容一定要标注一句话：因公司架构调整，后续合同条款可能有所变动，请贵司提前做好沟通准备。陈总，您这是在逼钱大海自己跳出来？对，那份意向函发出去之后，永昌那边一定会找钱大海探口风。钱大海知道我绕过他去接触供应商，一定会坐不住。他坐不住就会动，他动了，我才有机会抓他的把柄。陈总，您这一手跟下围棋似的。去吧，别让钱大海等太久。钱总，永昌那边老刘刚才打电话过来问，说是不是公司要换供应商了？这份意向函的语气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有点摸不准。陈北望，他这是绕开我，直接去动我的盘子了，好快的动作。他一接触供应商端，行动比预想快，需要陆总加快后面的节奏，否则我这边扛不了多久。你以为找几个供应商就能把我架空了？我在启航干了12年，供应链里每一根螺丝封的位置我都清楚。你一个半路杀出来的，想动我的根基，得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陆总，钱大海那边扛不住了，陈北行动作太快，已经绕过他，直接接触了核心供应商。永昌建材的续约意向函都发出来了。钱大海说，如果再不加快步骤，他手里的筹码会越来越少。钱大海这条线不能断，你告诉他，让他拖住永昌建材的续约谈判，拖到合同到期前最后1周。那段时间正好是陈北兴引入外部资本尽调的关键窗口，供应商合同存疑，资本方就不敢进场，拖住那一步，他的分拆计划就废了一半。陆总，还有一件事，苏国良那边今天派人到我们之前用过的空壳公司查账了，他可能已经开始对我们进行反向调查。苏国良，他这是要彻底跟我划清界限了。也好，省得我还要在他面前演戏。你去查一下这个陈北兴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在帮他，我就不信了。陆总，这个高人的事情我查过几轮了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线索。公司的监控录像里也没有拍到他跟任何人有过异常的接触。那就继续查。我不信这世上有人能凭空翻盘，他一定有软肋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。去查他的女儿，查他的过去，查他所有的人际关系，翻个底朝天。北望哥，今天好像心情不错，分拆的事情有进展了。还算顺利。供应商那边初步接触了一下，效果比预想的好。爸爸，苏雅阿姨说等你忙完这阵带我去游乐园玩，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爸爸答应你的事儿，什么时候没做到过？北望哥，我听说陆子轩那边还在动作。我知道，他在查我的过去，查我所有的软肋，但他查不到真正的东西，因为真正让我走到今天的，从来不是所谓的运气。那是什么？是你们，是我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那口气，而最后真正改变一切的是我自己。来吧，陆子轩，你想查我的软肋，我的软肋就是我要保护的人，你敢动他们，我让你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。陈总，永昌建材那边出问题了。昨天下午，钱大海亲自给永昌的老刘打了个电话，说公司架构调整期间，所有续约合同要重新走一遍审批流程。原来2周能走完的流程，现在被拉长到最少1个月。而且钱大海在电话里暗说，新式老刘可能不会给永昌原来的价格，建议老刘提前做2手准备。老刘今早就打电话来问，语气里已经带着犹豫了。好快的动作，他这是在供应商心里埋钉子，让他们觉得分拆之后利益会受损，从而主动站到我的对立面。陈总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如果永昌这边拖住了，其他供应商看到风向也会跟着观望，整个分拆计划的推进节奏都会被拖垮。他拖，我就快。小李，今天下午以我个人名义约永昌建材的老刘单独见面，地点别在公司，选是外面。
他既然被钱大海吓到了，那就让我当面给他吃颗定心丸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安排。但陈总，钱大海要是知道您私下见了老刘，就是要让他知道，他动一步，我跟一步，看谁先沉不住气。刘总，今天冒昧约您出来，主要是想当面跟您聊一聊永昌跟启航后续合作的事儿。您上午那通电话里提到了一些顾虑，我觉得电话里说不透，还是当面聊比较清楚。陈总客气了，我不是有什么顾虑，就是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突然说合同条款可能要变，我心里确实没底儿。钱总那边说的也有道理，公司调整期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刘总，这是我跟我法务队重新拟的一份合同草案，跟原合同相比有3点调整。第一，合同期限从1年延长到3年。第二，结算周期从原来的2个月一结改为1个月一结。第三，采购量在原有基础上上浮15%。陈总，这3点调整每一处都比原来的条款更优厚，您这么做图什么？刘总，我图的是稳定。供应链分拆之后，我需要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帮我稳住局面。永昌是启航最大的钢材供应商，如果咱们之间的合作能提前锁定，那些想观望、想动摇的人，看到风向就自然站住。这对我、对您是双赢。陈总，说实话，钱大海上午那通电话确实让我有些动摇，但您今天拿出的这份东西，诚意比我预想的足。这样吧，合同我带回去让法务看一下，如果没有大的掐住，3天之内我给您回复。刘总，我等您的好消息。钱总，法务部那边刚通知说，永昌建材的合同审批流程被抽动到陈北上办公室直接处理了，理由是分拆项目特殊流程管理。他直接绕过了我的审批环节，把合同拿到他那边去走了。这一手打得够绝。钱总，那咱们接下来还按原计划拖吗？不拖了，拖不住了。你帮我约一下周明远，就今晚，我要当面跟他谈下一步。李总，咱们认识也有6、7年了吧？以前我在基层跑项目的时候，跟您打过2次交道，那时候您还不认得我。但我记得您给工地上临时调过一批钢材，第2天一早就到了，没耽误工期。这事儿我一直记着。陈总，您还记着这点小事儿？那年调货也是赶巧，库房里正好有过余。不过您今天约我来，不只是为了秀吧？李总，这是启航供应村分拍之后，我为您这边准备的合作框架草案，跟原来的合同相比有3点变化：结算周期缩短1半，采购量上浮，价格保留原有优惠，条件写得很清楚。您看完觉得可以，咱们今天就签意向；觉得不合适，饭照吃，酒照喝，咱们还是朋友。陈总，这份合同我签了。说实话，钱大海那边前几天也打过电话，暗示我合同可能会有变化。我当时心里确实没底，但今天您亲自约我，把东西摆得这么明白，我再犹豫就是不识抬举。陈总，条件很不错，但我想问一句，您绕开钱大海，直接跟我们这些供应商接触，万一他跟您内斗起来，我们会不会被卷进去？商场上的事儿，我怕到时候货压在仓库里运不出去。王总，您的顾虑我完全理解，所以我可以向您保证，如果钱大海那边有任何动作影响到你们的正常经营，我这边会第一时间介入，该补偿的补偿，该兜底的兜底。今天这份合同里有一条特殊条款，您翻到第7页看一下。如果因为公司内部原因导致合同履行失足，您这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，并获取3个月的违约金补偿。这个条款我已经跟法务确认过，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。陈总，您连退路都给我们想好了，这份合同我签。陈总，我这个人不爱绕弯子。以前您跑项目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您跟别的领导不一样，说话算话。今天您拿出来的东西，我看了没毛病。签字的事儿，我没什么好犹豫的。赵总，感谢信任，您这一签帮了我大忙。客气啥？以后有活多给咱留点就行。3家全签了，李国强、王永年、赵广斌，今天之内全部搞定。现在核心供应商里已经有4家明确站队，剩下2家也在观望期，我估计再过2天就能拿下来。好，那现在只剩下钱大海那条线了。他今天有什么动静？钱大海今天上午去了趟法务部，说要调阅供应链板块所有合同的原始关档，法务那边按流程给他提供了。但事后电话告诉我，他翻查的重点集中在永昌和恒达2份合同上，好像是想找合同条款里的漏洞。找漏洞？他这是准备从合同合规性上做文章，试图证明我和供应商单独接触的程序不合法。小李，
你把我和3家供应商签的合同各复印一份，送到赵总办公室去，附一份情况说明。我要让赵总在钱大海发难之前，先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。赵总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。陈北旺他绕过公司的正常流程，私下接触核心供应商，私自修改合同条款，这是严重违反公司管理规定的行为。您看看这个。钱大海，你说的私自接触指的是这3份合同吗？陈北旺在跟供应商签约之前已经跟我报备过，每一份合同的条款变动，我这边都有备案。你翻查合同滚档的事儿，法务部也跟我提了。钱大海，你在公司干了12年，应该知道绕过直属上级直接向董事长告状，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？赵总，我是为了公司利益考虑。钱大海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供应链分拆是公司层面的战略决策，陈北旺是项目负责人，你有意见可以走正规渠道提。但如果让我知道你背地里跟外面的人有往来，干扰项目推进，到时候走的就不是流程，是人事。陈总，外部资本的尽调提前完成了，方总那边协调的机构今天上午出的报告，结论是供应链板块估值比预期高出12%，这意味着咱们要覆盖帝都豪园的资金目标，不用等到3个月期满，最快52天就能提前完成。好，比预期快了。那钱大海那边呢？这2天有什么动静？钱大海昨天提交了一份调岗申请，想转到集团下面一个闲置的分公司去，人事部那边还没批，赵总压着了，说等分拆方案落地以后再议。调岗申请，这是自己先找退路。他知道在供应链板块待不下去了，想趁还没彻底撕破脸之前抽身，但赵总压着不批，就让他走不成，要等他把该交代的都交代完。陈总，那咱们要不要趁这个机会，把钱大海跟周明远见面的那些证据一并亮出来？不急，现在还不到时候。钱大海这条线要留到最关键的时刻用，如果现在亮了，陆子轩就知道我们已经摸清了他的底牌，反而会提前收手，让他觉得还有希望，他才会继续往里填筹码。52天足够了。陆子轩，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供应链板块独立分拆的所有法律程序、资本引入全部在47天内完成，比原计划提前了13天。外部资本首轮注入金额3.2亿，操作20%。按照重组方案，启航集团作为母公司，持有新公司51%的股份，保留绝对控制权。我宣布一项董事会决议：鉴于陈北旺同志在供应链板块分拍项目中的卓越表现，即日起，陈北旺正式出任启航集团合伙人，享有与创始股东同等的利润分红权及战略决策参与权，即刻生效。合伙人。北旺，你现在跟我平起平坐了，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叫我赵总了，直接叫老赵就行。赵总，不管职位怎么变，您永远是我最敬重的人。没有您当初在那个花坛边把奖金信封递给我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北旺，说正经的，你现在已经是合伙人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帝都豪园那边，苏国良还在等着吧？资金已经到位了，我打算明天就去帝都豪园的销售中心把购房手续办了，然后去苏家把该说的话说完。好，忙完这一阵儿，给自己放个假，公司这边有我盯着，你不用操心。陆子轩先生，我们是经侦支队的，现依法对您涉嫌商业诽谤及关联的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调查。您之前非法雇佣的李梅李女士已经全部招供，被我们带走了，还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让我的律师过来。陆总，律师已经在路上了，但技术团队那边凌晨清理服务器的时候，发现有几条日志没有删干净，所以都被警方取证了。陈先生，您之前关注的这栋独栋别墅位置是整个园区最好的，前后花园面积合计约600平，室内精装修全部采用进口材料，总价1亿0500万。不过您是启航集团的合伙人，按照我们的合作政策，可以享受一个额外的折扣，折后总价正好1亿整。我要了，今天全款付清，手续也快有了。好的，陈先生，我马上为您准备合同，今天之内就能办完所有手续。帝都豪园全款买下来了，小雅，你爸的考验我完成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。走吧，先去看看我们的新家。
这里真大，以后妞妞可以在花园里跑来跑去，秋天还能种几棵桂花树。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花园里留一块地给你种菜都行。那你什么时候跟我爸提亲？小雅，不是提亲，是求婚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苏叔叔，这是帝都豪园的房产证，户主是我个人，全款付清，没有任何贷款和抵押。您提的考验，我今天来交答卷。陈北望，从你跟我女儿在一起那天起，我一直觉得你配不上她。我说要帝都豪园，不是想要你的钱，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在没有动用我这边任何资源的情况下，靠你自己走完了这条路。我苏国良这辈子看错的人不多，但这次我看走眼了。你说够了没有？北望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好好待她，可不敢让她受委屈。苏叔叔、阿姨，谢谢你们，我会用一辈子来证明你们今天的选择是对的。你真的打算就这么定下来了？不再多想想，万一以后你遇到更好的人。小雅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来跟你谈买卖似的。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，就是兜兜转转到最后站在我身边的人还是你。那婚礼你想在哪里办？海边还是教堂？还是直接在帝都豪园的花园里办？你来定，你想在哪儿办就在哪儿办。我怎么觉得像在做梦一样？半年前你还在那个破出租屋里喝闷酒，现在居然坐在我家的花园里，跟我讨论婚礼在哪儿办。半年前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，但小雅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以后每一天都会是。老苏，你今天在客厅里说的那番话是真心的。是真心。那小子做到的事儿，换了是我年轻的时候未必能做到，但我心里总还是有点放不下。女儿养了这么大，说嫁就嫁了。你呀，就是嘴硬心软。北望对咱闺女怎么样，你心里没数吗？之前他被他前妻欺负成那样，是北望挡在前面的。他能为了小雅做到这个份上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这是最后考验，我自有安排。另外，我不是要折腾，我只是想最后试他一次。如果连那关都能过，以后我这辈子就会永远祝福他。如果过不了，那我就带小雅走，去国外住段时间，让她自己想明白。老苏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带小雅去哪儿？不是我带她去哪里，是你。我要你过几天带小雅去一趟美国，那边有个老朋友的庄园，环境很好。我还是不愿意让小雅嫁给那个二婚的陈北望。老苏，你这算不算是最后一次考验？是，最后一次。过不过得了这一关，就看他们的缘分了。过不了，那就是天意了。这串灯往左偏一点，对，跟那串对齐。还喜欢对称。陈总放心，保证让您满意。今天过后，一切都该定下来了。花园婚礼，牛牛当花童，你当新娘。小雅，从今往后，每一天都会是好的。苏叔叔，我来接小雅，花园那边都布置好了，我想带她过去看看。苏叔叔，小雅呢？她还没起床吗？陈北望，你先坐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苏叔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雅她……小雅今天早上的飞机去美国了，我让朋友在那边安排了一处庄园，她想出去散散心，住一段时间再回来。苏叔叔，您是说小雅走了？今天早上？
小雅和她妈妈去美国了，你不用等她了。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，要找什么女人呢？美望，你还是在我心里配不上我的女。苏叔叔，小雅去美国是因为她自愿，还是因为您的安排？她自愿的，我没有强迫她，我只是告诉她，我想让她出去看一看，等她回来再决定要不要嫁给你。她答应了。苏叔叔，您真的觉得小雅会在这个时候主动离开吗？花园里鲜花都摆好了，戒指她已经戴在手上了。她要是真的想要怎么样，昨晚那通电话里不会一个字都不跟我提。美望，怀疑我在骗你。他确实上了飞机，航班号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不信可以自己去查。你去机场干什么？飞机已经飞走了。那就想办法让飞机回来。苏叔叔，我说过，为了小雅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倒计时剩余53小时17分，检测到宿主情绪峰值波动，是否启动系统终极方案？终极预案是什么？紊乱全球航空磁场，使所有在飞航班紧急返航。代价：本系统将永久性自毁，并从宿主意识中完全抹除。是否确认启动？确认。宿主确认，系统终极预案启动中，检测到宿主情感强度，符合触发条件。倒计时开始，本次操作将导致系统永久性失效。宿主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小雅回来。终极预案已触发，全球航空磁场干扰程序启动中，启动完成，生效时间预计7分钟后，影响范围全球所有在飞航班，持续时长90分钟。在此期间，所有航班将进入紧急返航程序，全部降回出发机场。系统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系统正在进行自我数据清空，预计剩余有效运行时间约22分钟。宿主，这是系统最后一次与您进行主动对话。宿主，系统很高兴能陪您走到这一步。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因全球航空管制系统出现异常，所有在飞航班将执行紧急返航程序，请接机旅客耐心等候。航班动态请关注大幅度更新。我不急，我就在这里等。北王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好飞机突然说返航了，不然我以为我回不来了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在这儿哪儿也不去，你哪儿也去不了。北王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飞机返航这件事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小雅，我身上有一个东西，它帮了我很多忙。今天为了让你回来，我让他做了他最后能做的一件事。这件事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什么意思？没关系的，一切都没有你重要。不管你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我只要你在。宿主，系统切泵程序已完成99.7%。最后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再见。谢谢，保重。苏叔叔，阿姨，小雅回来了。陈北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飞机返航的事儿，全球都在报道。气象局说没有异常，航空管制说系统突发故障，但我知道这件事肯定跟你有关。苏叔叔，我身上有一个东西，它帮了我很多，但为了把小雅带回来，我让她走了。从今以后，那东西不会再出现在我身上。爸，北望为了让我回来，放弃了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。具体的我现在说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他做的这件事代价很大。
如果您还要再考验他什么，我绝对不会支持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站着了，回家吃饭。你妈从早上就炖了汤，再不回去就凉了。好，苏叔叔、阿姨，我送你们回去。陈北望，以后不用叫苏叔叔了，该改口了。苏叔叔，请说。我要你在3个月内凭自己的本事买下帝都豪园里的别墅。我不看你的关系，不看你的平台，只看你能走到哪一步。做到了，我亲自把女儿的手交到你手上。但是你要是做不到，就从我们的世界消失。路主请注意，帝都豪园，那是本市最顶级的豪宅区，总价超过1个亿，有钱都未必能买到名额。苏叔叔，这个条件我接下了。没错，只有以启航合伙人的身份，才有够格买下帝都豪园。北望哥，3个月，1个亿，你疯了吗？帝都豪园那个别墅，我爸当年想买都没买下来。他不是在考验你，他是在刁难你。小雅，你爸不是在刁难我，他是在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我能从一个被人踩进泥里的窝囊废所走到今天，靠的不是运气。3个月，1个亿，我接得住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等你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了，妞妞那边这段时间她一直念叨你，等我把手头的事儿理顺了，周末接她出来，咱们3个一起吃饭。北王，你这是打算把供应链这一块单独拎出来做？赵总，您之前说想让我成为合伙人，不只是给个名头。我盘了一下公司的资产结构，供应链板块的利润率一直在集团整体水平之上，但受限于集团其他业务的拖累，估值被严重低估。如果把它独立分拆出来，引入外部战略投资，再通过1、2轮资本运作拉升估值。北王，你知道这个方案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吗？知道，分拆等于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蛋糕，尤其是供应链板块原有的管理层，他们会联手阻挠。而且外部资本的引入也意味着要出让一部分控制权，如果操作不当，容易被资本方反噬。你心里都有数，那我就不多说了。这个方案我批了，不过北王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内你要把供应链板块的管理层安抚好，否则后面的事没法推进。赵总，1个月够了。小子，我这辈子没看错过几个人，你算一个。去吧，你和苏董对赌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做出点样子来给苏国良看看，我看好你。